这个男人唯一的兴趣就是修炼，就连女朋友求他上生物课也无动于衷。只是一名最弱 C 级猎人的他，竟然凭借一门中国功夫徒手打爆了3大深渊恶魔。深渊是盘踞着众多圣座和怪兽的无限混沌空间，在地球与深渊第一次相连的时候，被称为圣座的存在出现，他们降下恩赐，招揽信奉自己的追随者。因为信奉自己的灵魂越多，圣座的全能就会越强大。在深渊里，圣座们彼此之间会侵占领域，抢夺追随者，因此拥有将近100亿灵魂的地球，对圣座们来说就是一块黄金宝地。而在众多的圣座之中，也有不少打算用武力强占地球的邪恶圣座，而曹延胜便是为了阻止那些邪恶的计划而出现在深渊里的。他作为圣座的存在，明示不败的修炼化身。而在曹延胜成为圣座之前，他只是地球上一名最弱的 C 级猎人。他从小就立志让自己变强，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认为只有变得更强才能保护自己。可他没有一点魔力，无法修炼魔法系的技能，只能选择最辛苦的中国功夫。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学习武功，虽然武功不如魔法那般华丽方便，但他能给人很强的成就感。这种正直的特性刚好很适合他。通过努力修炼，曹延胜达到了 C 加级。不过因为武功难以修炼，所以在使用武功的猎人当中很难找到比 C 加级更强的人。但他从未想过放弃，就连梦里都在不停修炼。他的这种精神被圣座走在前沿的天秤女神发觉，表示要和他签订契约，收他做自己的手下。曹延胜疑惑天秤女神为什么要选择 C 级的他。天秤女神解释，她的全能是预知未来，她预知到地球在几年之内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魔神圣座们会派手下攻打地球，而曹延胜就是阻止这一切的关键。但天秤女神担心他不会与自己签订契约，因为只有脑子进水的猎人才会签订这种不平等契约。签订契约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与该圣座绑在一起，并且无法摆脱被圣座束缚的人生。圣座们为了确保得到更多的手下，竞争也是相当激烈。但出乎天秤女神意料的是，曹延胜居然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了。他并不知道曹延胜唯一的追求就是不断变强，在他眼里除了变强其他的都不重要。随后天秤女神表示会将他带到深渊，他在那里为其准备了训练场。由于深渊里的时间流速和地球不一样，接下来曹延胜可能会在深渊里独自修炼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听了他的话，曹延胜不但没有半分畏惧，反而兴奋的全身忍不住的颤抖，迫不及待的让女神带他进入深渊。只见天秤女神双手一抬，一个巨大的传送门陡然出现，随着一道雷霆落下，曹延胜便出现在了深渊的一块大陆上。他一来就感受到了浓郁的魔力，跟地球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他四处张望着，可什么东西也没看见。难道这里就是训练场吗？随即他握了握拳头，那我就从现在开始修炼就行了吧。想着他便立刻开始修炼了起来。可突然，一个巨大的魔力风暴出现在曹延胜所在的大陆上，随着魔力风暴的席卷，覆盖在天秤女神领域上空的幻象魔法也被打破。曹延胜还以为这是女神为他准备的试炼，于是便一咬牙朝魔力风暴走了过去。虽然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但没有危险就无法成长。既然是圣座准备的试炼，那就肯定是有意义的。刚进入魔力风暴，他就感觉身体要被撕裂了。我得坚持住，只有克服痛苦和考验才能变强，这就是圣座的意图。片刻后，他的身体被魔力风暴卷着一起朝天空而去。随着风暴消失，一座巨大的训练场出现在地面上，而另一边的天秤女神的宫殿中，天秤女神此时正在幻想着未来的美好发展。她虽然能预知未来，但并不能预知未来的全貌。按照她所预知到的，接下来曹延胜将开始刻苦的修炼，然后成功阻止了邪恶圣座们的侵略计划，最终还能将他收为自己的强大手下。可等了半天，他仍然没有感受到曹延胜的气息。我都已经把他送到距离修炼场只有10米的地方了，按理说他应该马上进来才对吧？只要稍微往前走一点，就能立刻发现修炼场的。地球人也太不自觉了吧！为了将要独自进行长期修炼的他，我准备了最新的装备，只为了他能够安全有效的修炼。而且为了让他享受闲暇时间，我还特意收集了地球上的各种娱乐设备。既然猎人接受了不利的条件，那圣座的义务就是尽量为其准备安全舒适的环境，使其能专心训练。天使阿达夸尼尔被天秤女神派出来寻找曹延胜，可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影。主人，我觉得很可能是深渊的魔力风暴把那个人类给卷走了。天秤女神天秤都急歪了，去把那个人类给我找回来！我不能放任他在深渊里徘徊，一定要找到他。可深渊是一个无限的空间，连圣座们都只能触及到其中一部分，想要在这里找到一个被魔力风暴卷走的人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此时处在魔力风暴中的曹延胜可不知道这些，还在咬牙坚持修炼。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被巨大的魔力气流压迫并撕扯，高浓度的魔力通过呼吸在体内循提示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混元神功已将魔力转换成内功，魔力正在锻炼您的身体，您的骨骼强度和肌肉密度已提升，您的丹田已扩张，您的内功已增强。1个月后，魔力风暴终于消散，曹延胜被带到了深渊里一处没有任何圣座管理的地方。就在他落地后不久，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紧接着一条庞大的岩石蛇陡然出现在他面前。曹延胜眉头挑了挑，这次的训练是抓住这头怪兽吗？这个程度应该是属于 A 级吧。女神是不是太高估我的实力了？我只是个 C 级猎人啊。不过他也没有想那么多，圣座这样做肯定有他的理由。来吧，岩石蛇，反正我现在时间多的是，我们一决胜负吧。说着他冲过去，一拳打在岩石蛇身上，可汇聚了他所有力量的一拳竟然没有对岩石蛇造成半点伤害。岩石蛇扬起脑袋打了个哈欠，曹延胜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很好，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拳头把你打成一堆碎石。说着他开始继续啪啪啪起来，只因我把女神的失误当成了修炼任务。曹延胜所修炼的混元神功是猎人战队的成员送给他的，因为地级的武功积累内功特别慢，
基本没有人会修炼。就像魔力对于魔法师来说是生命一样，内功就是习武之人能力的核心。即使是同样的招式，根据内功深浅的不同，威力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积累内功特别慢的混元神功自然没有人选择。不过曹延胜却十分感兴趣，虽然期间有过几次可以换学其他武功的机会，但他就是很喜欢混元神功。混元神功没有什么积累内功的诀窍，不过混元神功的每一个招式里都蕴含着内功，使用后内功就能增强。重复进行这个过程的话，就会有极少量的内功积累在丹田中，所以每次出招内功都会有所增长。只要不停重复这种单一的训练，修炼之人总有一天会成为绝顶高手。虽然原理很简单，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可曹延胜不同，他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赋，他只是能够忍受无聊，坚持不懈的努力。此时曹延胜已经在这里反复蹂躏了岩石蛇100年，而这一次，随着他一拳轰出，强大的力量顿时在岩石蛇身上炸开，岩石蛇的身体瞬间缩短了1/2。提示音在曹延胜脑海中响起：您的混元神功境界已提升，您已达到一流境界。换算成猎人等级的话，他现在便是从 C 级晋升到了 B 级。可曹延胜眼中却没有任何兴奋之色，反而一脸无奈。看来我是真的没有天赋啊！100年才达到 B 级，那如果要达到1级，岂不是要用1000年了？岩石蛇双眼含泪的看着他，因为在这100年里，岩石蛇也对曹延胜发起过反击，所以他害怕曹延胜现在会把他赶了。曹延胜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于是便决定不再为难他。但岩石蛇竟然主动当他的坐骑，一人一蛇在大陆上四处乱逛。没想到又遇到了魔力风暴。曹延胜兴奋地站起身，女神是要送我去接受下一个试炼了吗？岩石蛇脸都吓白了，进到那里面可是会死的呀！曹延胜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催促他赶快进去。岩石蛇简直欲哭无泪，即使是非常强大的怪兽，被卷入魔力风暴的话，也很有可能会死掉的。犹豫片刻后，岩石蛇似乎是做好了觉悟，猛地抬起头就朝魔力风暴冲了进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岩石蛇和曹延胜被魔力风暴带到了另一块大陆上，岩石蛇全身的石头都快散架了，曹延胜则是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在深渊里大家都是这样移动的呀，真是太神奇了。随后他惊叹道：我达到了一流境界后才发现魔力风暴有多么厉害，我刚一进去，魔力就充满了我的整个身体，这不仅消除了我的疲劳，还锻炼了我的身体。它真是一个很棒的恢复设备，圣座们真是太厉害了，他们居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这种力量。岩石蛇听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可惜曹延胜并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曹延胜第一次进入魔力风暴的时候，纯粹因为运气好才没有死掉，如果当时他没有把魔力风暴错认为是女神准备的试炼，刻意让身体随着魔力风暴而动的话，瞬间就会被撕碎。曹延胜四处张望，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虽然深渊中浓郁的魔力可以补充体力，但这100年来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总感觉肚子空空的。岩石蛇张开嘴吐出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从理论上来讲这也算是肉。看着岩石蛇人畜无害的表情，曹延胜略感无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再饿也不能吃你的身体吧。就在两人嬉闹间，提示音突然在曹延胜脑海中响起，您已能理解岩石蛇的所有意图，您已从岩石蛇的动作中习得武功岩石拳。岩石拳既有力拔山河的刚猛力量，又有像蛇一样柔软多变的灵活性。曹延胜对岩石拳的招式十分满意，虽然我不会放弃混元神功，但这个练起来也挺有趣的。境界提升后，他的悟性也变高了，这次的训练也很令人期待。在他面前是一片泛着幽深紫光的大海，这次是要让我练习在水里的战斗吗？随即他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海中，刚一进入海中，曹延胜就感觉到了强烈的不适。提示音也在他脑海中响起，极具毒性的水正在渗入您的身体，内功正在快速消耗，若内功全部耗尽，您将会有生命危险。与此同时，海里的无数怪物也迅速朝着曹延胜蜂拥而来。提示音再次响起，毒已渗入您的身体，您身体的抗毒能力已增强。岩石蛇无聊地盘在海边，不知过了多久，平静的海面上突然炸起一道水柱，曹延胜唰的一声从海水中窜了出来，他的内功已经快要耗尽了。之前他看到海底有什么东西在闪烁，那个就是女神给我的任务吗？虽然不知道要怎么游到毒海的深处，但既然是女神给我的试炼，那肯定有解决的方法。但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看来就只有那一个方法了吧。说着他开始继续枯燥地练起了混元神功，我要利用混元神功积累内功，直到我能够抵抗毒海的侵害。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200年。曹延胜看着岩石蛇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块石头，他也不由哀声道：我也好想吃东西，虽然不觉得饿，但总感觉人生中少了点什么。他的话音刚落，就看到前面的海滩上躺着一具毒海怪物的尸体。既然它生活在海里，那按理说它也算是一种海鲜吧，只要好好烹饪，应该也是可以吃的吧。岩石蛇见状不由脸都吓绿了，曹延胜口水都要流地上。虽然魔力可以恢复体力，但作为一个人类，100年没吃东西还是很难受的。随即曹延胜用石头做了一把菜刀，但石刀根本承受不住怪鱼体内的毒素，瞬间就被腐蚀了。岩石蛇见状从嘴里吐出一块艾德曼合金，这是岩石界的怪兽们视为宝贝中的宝贝。随后他用艾德曼合金制作的菜刀成功切开了怪子，然后在岩石蛇震惊的目光中直接开始生吃起来。随着鱼肉入口，肉里蕴含的毒素迅速在曹延胜的体内扩散开来。曹延胜跪在地上一阵干呕，但提示音很快传来，混元神功成功化解了剧毒，您已增长极少量的内功。曹延胜万万没想到，
到这怪鱼的肉竟然还能提升内功，随即他猛地抬头看着眼前的毒海，很好，我要把这片海里的家伙们全部抓来吃掉。就这样，时间又过去了数百年，海滩上到处都是曹延胜吃剩下的鱼骨头，而他的实力也提升了很多，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万毒不侵的境界，并且获得了一个 A 级技能万毒不侵，不会再受到任何毒素的侵害，还可以从丹田中提取毒素来使用。同时他的混元神功的境界也达到了顶级，换算成猎人等级的话，那他现在就是级猎人，放在地球上是由国家直接管理的战略武器般的存在。不过曹延胜并不满足，想要阻止世界危机的话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的修炼了。他不知道未来会遇到怎样的危险，于是便道别了岩石蛇，独自一人进入了毒海中。现在毒海里的怪物见到曹延胜立马就逃得远远的，再加上万毒不侵的身体，曹延胜很顺利的就来到了海底的光亮处。这是一扇通往另一个区域的次元门，这次又会是什么样的训练呢？想着他便迫不及待的进入了次元门中。刚从次元门出来的瞬间，提示音就接二连三的在曹延胜脑海中响起。混元神功感受到了战斗的气息，您全身的气脉已被自动激活，内功正笼罩着您的身体，将自动防御外部攻击。武功境界达到顶级的人，在察觉到敌意的瞬间，身体就会自动做好战斗准备。在这个领域，曹延胜感觉到了在任何一个地下城里都无法感受到的冰冷刺骨的杀气。成千上万的恶魔出现在曹延胜面前，一只身材高大的恶魔一脸狞笑的看着曹延胜，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就让我来为你说明一下规则。说着，他的肚子上突然裂开一个大洞，他伸手从里面抽出一把大刀。新来的人要先被砍断一次脖子，才会知道这里是血河混战的统治者目的。曹延胜也做好战斗准备，原来这次是充满杀机的训练场。大刀和拳头轰然相撞，大刀瞬间破碎。这个恶魔一脸的不可思议，还不等他回过神来，曹延胜已经跳起一脚踢在他的脸上。后面的无数恶魔见状，顿时一拥而上，杀了那家伙！我久违的热血沸腾了呢！在圣座支配的领域里，其属性相当于第二自然法则，而血河混战的统治者的领域里只有一个规则，那就是所有的手下都要不停的战斗并争取胜利。虽然这些恶魔并不是曹延胜的对手，但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里地势广阔，一直被围着打很危险。随即他开始四处寻找有利地形，没过多久他就看到了一座小房子，这里竟然是一家餐馆。看着恶魔老板一脸微笑的样子，曹延胜也放松了几分警惕。可下一秒，恶魔老板竟直接把手里沸腾的毒汤泼在了曹延胜脸上。然而令恶魔老板万万没想到的是，曹延胜居然毫发未损，并且将其中的毒素尽数吸收转换成内功。他的万毒不侵技能不仅可以免疫毒，还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毒素。恶魔们也很快追了上来。曹延胜咧嘴一笑，抄起一个板凳就准备干架。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就算和你们对战几个小时也完全没问题。原来曹延胜刚到这个领域的时候，被恶魔们追杀到了这间餐厅。此时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数个小时，并领悟到了用凳子当武器的武功，B加级的畸形拳。曹延胜非常开心，果然在拼上性命的实战中领悟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终于知道女神为什么要为我准备这种考验。又过了数个小时，所有恶魔都被曹延胜干趴下了。这时他注意到了先前的那口锅，境界提升后，他的五感变得极其敏锐。他感觉到了这口锅的不同寻常。曹延胜正准备把锅拿走，恶魔老板一把抓住他的脚，求你高抬贵手，我为了得到那口艾德曼合金锅可是受了很多苦。曹延胜一脚把他踢开，你之前不也是通过决斗才得到了这口锅吗？既然是赌上性命的决斗，那赢的一方自然有权抢夺战利品。从现在起，这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这间餐厅都归我了。之后曹延胜把恶魔餐厅改成了恶魔客栈。他曾在武侠小说中看过一位隐退的高手买下了一间客栈，并将其经营的热火朝天。他一直憧憬这样的画面。从那天起，曹延胜白天对付闯进客栈的恶魔积累实战经验，晚上则钻研厨艺。因为血河混战的统治者不想让混战因为死亡而变得无聊，所以就算有人死了，他也会利用自己的全能将其复活，让恶魔们一直决斗。就这样，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并且在反复经历了拼上性命的实战后，他领悟了所有习武之人都梦寐以求的一级技能身拳合一。身拳合一是想法和身体达到完全一致的境界，动作可以变快数十倍。恶魔们也意识到，如果曹延胜一直待在客栈里，他们是不可能打赢他的。但客栈非常坚固，根本破坏不了，于是他们便用艾德曼合金和新鲜的食材引诱他出来。曹延胜也选择满足他们，他感觉到自己需要某种变化。恶魔客栈既是他的避风港，也是抑制他提升境界的枷锁。因为在客栈里没人是他的对手，他无需进行殊死搏斗，因此境界也无法提升，更得不到任何领悟。习武之人中唯一达到1级的李小媛，称自己达到的境界是对自身能力很有信心的境界。曹延胜以前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可当他达到顶级后，他好像明白了。以前在决斗时，他总是急于进攻，一股脑的使用内功，然而现在的他完全感受不到对自己没有信心的那份焦躁，因为他现在明白了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他比蜂拥而上的所有恶魔都要强大，所以他十分从容。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很快就领悟到了一个 A 级技能移花接木，可以借力打力。之后恶魔们改变策略，因为曹延胜擅长近战，所以他们用远程魔法进行轰炸，可攻击不但没有伤到曹延胜半分，反而通过混元神功抵挡攻击，肉体强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获得了 A 级技能金刚不坏。恶魔们越是攻击，曹延胜就会变得越强，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就越来越大。就这样，数百年又过去了，曹延胜此时正准备关门打烊。今天的决斗到此为止，大家都回去吧。客栈门口，无数恶魔正排着长队等着和曹延胜决斗。
决斗。客栈今天的营业结束了吗？我都等了一整天了。曹延胜拿出一箱号牌发给排队的恶魔，明天我会按照这个号码和你们决斗。他和恶魔们打了数百年，不知不觉已经亲近了很多。曹延胜拿出猎人卡，这是他刚刚加入猎人协会时得到的魔法道具，只要持有者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卡中，上面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值。曹延胜很好奇自己这几百年的修炼成果。随着内功注入，猎人卡上顿时浮现出一条条信息：猎人等级 C 加级，境界顶级，所拥有的技能也全部罗列其上，其中还有一个等级不明的来自世界的共鸣。曹延胜眼中充满疑惑，来自世界的共鸣，此技能表示使用者已接近存在的极限，世界与之共鸣。他以为是猎人卡出故障了，但他不知道的是，这是首位人类圣座即将诞生的象征。可他发现他的内功已经不再增长了，境界提升也受到了阻碍，他十分懊恼。他如今已经达到了顶级境界，人类最强的习武之人李小媛也不过是这个境界，完全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事到如今，想要变强，就得找到更强大的对手，他需要一场真正的生死战斗。他正想着，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这个恶魔曹延胜从没见过，刚进门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家伙的强大，比他要强上很多，根本不是之前那些恶魔可以比的。曹延胜嘴角掀起一抹弧度，看来是下一个阶段的修炼要开始了。恶魔拿出一块艾德曼合金送给曹延胜，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尺寸的。恶魔名叫巴里高斯，是血河混战的统治者的第一位追随者，来这里是为了传达主人的提议。血河混战的统治者愿意收曹延胜为他的手下，在巴里高斯看来，曹延胜不过是一个来自地球的流浪者，肯定不会拒绝这个提议。但出乎他预料的是，曹延胜居然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巴里高斯勃然大怒，他根本想不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曹延胜解释他已经和其他的圣座有约定。巴里高斯怀疑曹延胜是不是被骗了。圣座之所以会把一些人收作手下，是因为很想得到他，而如果是另某一位圣座垂涎的存在，那么其他圣座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因此圣座会第一时间签约，即便是要在签约之前修炼，也肯定是在自己的领域中，因为放任不管被其他圣座给抢走了怎么办？在可用的手下被别人抢走之前抓住机会，这是所有圣座的共识。曹延胜却没有丝毫动摇，他表示和他有约的圣座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一切肯定都是他安排好的。随即他理直气壮地将自己进入深渊后的所有经历都讲了一遍。巴里高斯十分无语，好了，你不用再说下去了，魔力风暴是不受操控的，那是连圣座都无法控制的狂暴灾害。曹延胜顿时脸色发黑，其实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他自己也曾怀疑过，现在的他简直要崩溃了。既然知道了真相，那他得赶快回到地球，他已经在深渊浪费了1000年的时间，不知道地球现在怎么样了。可巴里高斯并不打算让他离开，恐怖的威压顿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他的任务是将曹延胜带到主人面前，既然曹延胜不愿跟他走，那就直接将他给杀了就可以了，反正血河混战的统治者会复活他。战斗一触即发，巴里高斯略感惊讶，曹延胜的步伐很特别，速度竟然比瞬间移动魔法还要快，这是曹延胜混元神功自带的浑元步。随即巴里高斯使用血的洗礼，磅礴的血雨顿时朝曹延胜倾泻而下，血雨中蕴含的恐怖魔力正在飞速腐蚀他的身体，就算他施展了金刚不坏也坚持不了太久。天舞之体和三花巨鼎虽然可以快速恢复内功，但血雨的侵蚀速度更快。不过在面对这种难以对抗的强敌时，曹延胜的内心反而很平静，他将身拳合一的感知发挥到极致，感受着血雨落下的节奏。随着步伐脉动，他竟避开了所有落下的血雨，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的武功境界已提升，获得 S 级技能移形换位。巴里高斯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巴，真是惊人，我一直以为只有弱小的家伙才会去修炼武功，看来我不得不尊重你的人类，见到你之后我才明白了武功存在的意义，这真是太惊人了。说着他抬手召唤出圣座赐予他的血符，两人的身影化作2道残影在空间中辗转腾挪。曹延胜打得十分憋屈，巴里高斯的实力本就比他强，再加上他将魔法附加在血符上，比曹延胜目前的武功要强很多。不过曹延胜却没有半分畏惧，反而时隔数百年再次找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同时他感觉到停滞的内功也再次开始提升了。可即便如此，以曹延胜目前的攻击根本破不了巴里高斯的防御，虽然他有很多技能，但基本都是辅助和防御技能，并没有强力的攻击技能。曹延胜面色凝重，难道要使用那个吗？全气并不是内功凝聚的终点，若将全气凝聚至极限便能释放出强气，也就是所谓的强气功。地球的顶尖高手李小媛曾成功释放出强气，但只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由于强气对内功的消耗极大，因此无法在实战中被使用。不过曹延胜早在数百年前就超越了李小媛的境界，只见他手掌内功疯狂汇聚，下一秒一道红光陡然爆射而出，强大的力量瞬间破开了巴里高斯的数层魔法护盾。巴里高斯喷出一口老血，曹延胜眼中也满是兴奋，我居然成功了！一转眼，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半年。虽然曹延胜用强气打破了巴里高斯的防御，但他也因内功消耗严重而无法进行第2次攻击。虽然三花巨鼎和天舞之体能迅速恢复内功，但想要再次使用混元全罡还需要等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也足够让巴里高斯恢复防御。巴里高斯也终于不耐烦了，我不能让主人产生乏味的感觉，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说着他陡然暴喝一声，庞大的身体瞬间缩小了数倍。曹延胜心中升起一抹不好的预感，巴里高斯之所以放弃庞大的身躯，就是为了加快自己的行动速度。接连迅猛的攻击让曹延胜的金刚不坏技能很快被破。
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曹延胜也因此陷入了绝境，现在一个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会死。他调动着丹田里所有的内功，自他来到深渊之后，还从没有把内功全部用完过，因为在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出现的深渊里，用尽内功就相当于是自杀。可现在如果还想有所保留的话，很可能就没有以后了，所以他也只有放手一搏了。眼看巴里高斯已经冲到面前，一道拳罡陡然爆射而出，瞬间湮灭了巴里高斯的一条手臂。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已领悟混元边罡，已将此招式加入混元神功，混元神功得到进一步强化。巴里高斯则一脸的不敢置信，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无论如何都要在现在杀死这个人类，否则他将上升到自己无法触及的境界。巴里高斯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新的圣座诞生在主人的领地上，虽然内功耗尽，但曹延胜此时应对巴里高斯的攻击却是从容自如。巴里高斯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此时的曹延胜在他眼中就像他的主人那样神圣强大而不可侵犯。曹延胜清空了丹田里的内功后，才发现阻碍着他的那堵墙到底是什么。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丹田里还剩下多少内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他如今的丹田就是他身体里的一个小型世界。如果他把这个世界向外扩展，那么外面的世界也就相当于是他的丹田。一连串的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已到达超顶级境界，您已完全领悟 S 级技能强气功，您已获得 S 级技能一强扶弱和自胜者强，来自世界的共鸣技能正在逐渐增强，世界正在等待您的呼唤。随着巴里高斯被曹延胜打败，提示音也在他脑海中响起，关注着这场决斗的圣座们对您产生了兴趣。熔岩和岩浆之猫向您挥舞了一下前脚，疫病和黑暗的先锋承诺将赐予您镰刀。血和混战的统治者愤怒，提示音接连不断的传来。曹延胜眉头微皱，他们都在观看这场决斗吗？突然他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灌入他的体内，您通过自胜者强得到了来自世界的力量。巴里高斯虚弱开口，人类，你确实有资格拒绝我主人的提议，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个圣座说要和你签约，但是你没有必要接受那种圣座的提议，你要做的是变得更强，让任何圣座都无法小看，然后将你的名字铭刻在这深渊之中，成为圣座吧，人类。说完，巴里高斯便消散而去。曹延胜仔细感受着自身的变化，在他达到世界与自身合一的超顶级境界后，他开始能感受到以前所无法感受到的东西。现在他不仅感受到了圣座们正在关注着自己的视线和其中蕴含的压力，也感受到了他们有多么强大。他猛地握紧拳头，我也可以达到他们那种程度，只要我能变得更强一点。突然叮的一声，他收到了来自熔岩猫和疫病先锋的邀请。圣座们无法亲自出动，因为圣座们都对彼此的领域虎视眈眈，如果随意离开自己的领域，那么该圣座统治的王国很快就会崩塌。所以圣座们通常会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观察自己的手下，可以后可以成为自己手下的存在。曹延胜十分无语，感觉自己就像在网络直播一样。提示音再次响起，血和混战的统治者悬赏了您的项上人头，领域里的所有存在开始蠢蠢欲动。现在的曹延胜感觉圣座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他已经宣布自己要成为圣座，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了。曹延胜想起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采访，虽然所有人都很羡慕并希望自己能和圣座们签订契约，但实际上签约之后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自己的人生会被圣座们的规则所束缚，一举一动也都会被圣座监视。曹延胜现在才理解那个猎人说的话，一切行动都要按照圣座的规则，如果违抗了圣座，还会受到难以想象的惩罚。所有人都羡慕那些成为了圣座手下的人，然而那些人只不过是带着光荣枷锁的奴隶。曹延胜之所以想变强，并不是为了得到强者的赏识，而是想为自己的前程做主。事到如今，他更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圣座。对于曹延胜的这种行为，圣座们各怀心思，同时也有不少圣座向他抛来橄榄枝，但全都被他拒绝了。除了熔岩猫的一块艾德曼合金，签约是不可能签约的，但东西还是要收下。之后曹延胜不再管圣座们的消息，拿上合金锅就离开了恶魔客栈，踏上了成为圣座的征程。达到顶级境界的混元神功已是武功大成，内功的多少已经不再有意义，而且炉火纯青可以完美驾驭其他武功。但曹延胜仍然像刚开始修炼那样，一次又一次的踏实认真练习混元拳。提示音响起，您过着与您存在相符的生活，从而提升了您存在的力量。在曹延胜战胜了巴里高斯后，技能来自世界的共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已接近于存在的极限，世界与您共鸣。您的称号是不败的修炼化身。当曹延胜的混元神功达到顶级境界后，他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完美程度。那接下来要怎样变强，从而坐上圣座之位呢？曹延胜仿佛听到世界的声音，世界告诉他，如果想要成为圣座，就要不断追寻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存在的力量。而曹延胜所追求的价值，就是要不断的修炼与战斗，并且绝不能输。就这样，在圣座们视线无法触及的荒废之地里，曹延胜依然坚持不停修炼。另外，他还得到了2个与存在力相关的技能 ：S 级的一强扶弱和自胜者强。一强扶弱可以压制强者，帮助弱者和强大的敌人决斗时，存在的力量便会提升。自胜者强，使用者越是过着与自身存在属性相符的生活，便越能提升自己存在的力量。自胜者强会警告使用者，作为圣座应该如何生活，因为圣座是制定规则，同时也是规则本身的存在。如果疫病先锋使用治愈魔法，或者血和混战统治者进行和平谈判，那么他们存在的力量就会受到打击，圣座的权势也将遭遇极大的挫败。所以曹延胜如果想使用这个技能，就要与比他更强大的敌人战斗，并且一次都不能输，这正合我意。那我就来试试看吧。他正想着，大地突然开始剧烈震动起来，随着轰的一声，地面突然炸开，一个庞然大物陡然出现在他面前。曹延胜和岩石蛇时隔数千年再次重逢，现在的岩石蛇不仅体积长大了不少，更是组建
了自己的家庭。可岩石蛇现在没有心情叙旧，他让曹延胜赶快逃，这里有很危险的东西在追杀他们。他正说着，身后的大地突然皲裂开来，一个比岩石蛇还要庞大数百倍的大家伙猛地从地底钻出。九头蛇希德拉，他是曹延胜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庞大的怪兽，他能感觉到这家伙的实力肯定在巴里高斯之上。感受着希德拉所释放出的魔力，曹延胜不由暗暗心惊，看来我得放弃谨慎的打法，直接使出压倒性的力量攻击才行。随即他立刻开启了一强扶弱和自胜者强，他眼中燃烧着战意。虽然他的技能都在要求他和希德拉战斗，但即便没有技能要求，他也同样会选择一战。随后他纵身一跃，就从岩石蛇头上跳了下去。你这条该死的蛇，跟我来一决高下吧！他抬手指着希德拉，你欺负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不管你有多强，我都一定会让你后悔。希德拉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在他眼中如蝼蚁般的家伙竟敢挑衅他。去死吧，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家伙！我要把你碾碎，就连圣座也抵抗不住我的毒液，甚至我的气息都能将你燃烧殆尽。说着，他释放出强大的杀气作用在曹延胜身上，可曹延胜并没有任何感觉。他在血河混战的统治者的领域里经历了数百年的杀戮和战斗，这种程度的杀气对他根本毫无作用。只见曹延胜犹如炮弹般射出，一拳就轰爆了希德拉的一个脑袋。可希德拉拥有不死再生技能，随着他的脖子一阵蠕动，很快就重新长出了一个头来。希德拉这回是真的生气了，我对你的能力表示肯定，但是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圣座的手下能抵抗住我的毒液。说着，他的9个脑袋同时扬起，嘴巴也鼓得像气球一样。下一秒，他的9个脑袋同时朝周围喷射毒液，毒液瞬间蔓延周围数万公里。希德拉可不认为这个渺小的蝼蚁能在自己的毒液下存活。就在他得意之时，一道红光突然从毒雾中袭来，瞬间就轰掉了他的3个脑袋。希德拉六脸的不敢置信，你为什么能承受住我的毒液？曹延胜万毒不侵的技能可不是盖的，他没有理会希德拉的震惊，只是感受着刚才那一击所施展出的力量。这不是混元神功所能有的威力，而仿佛是他想要砍断希德拉脑袋的意志变成了现实。这应该是技能介绍里说的存在的力量产生的效果。得益于存在的力量，曹延胜在这场对战实力比他强大的希德拉的战斗中，不仅没有处于劣势，反而还可以单方面的碾压，但他仍然无法战胜希德拉。希德拉断肢重生的速度太快了，曹延胜利用混元步踩在希德拉的毒液上急速突进，他心里想着我要再快一点，要比现在更快才行。就在这时，希德拉喷射火焰和毒液的速度变慢，就像是时间对曹延胜做出的回应一样。可曹延胜拥有的技能中并没有这种力量，随即他心头一动，抬手对着希德拉的9个脑袋，那么全部砍断吧。伴随着一阵嗡鸣声，曹延胜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把希德拉的9个脑袋全部轰爆。曹延胜轰然落地，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究竟为什么会出现我的武功无法解释的破坏力。存在的力量并不能强化武功或魔力，而是可以将现实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已领悟到存在力的使用方法。存在力是改变现实的力量，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现实。存在力是圣座们在深渊里能够驾驭的力量，圣座们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改变深渊的形态，创造自己的王国，向自己的追随者们赐予恩宠和力量。但希德拉的灵魂中蕴含着无比坚韧的意志力，以曹延胜目前能够操控的存在力，还无法随心所欲地挫败并改变希德拉的意志，但他也没必要这么做。只见曹延胜将存在力作用在强气中，强气将成为割裂希德拉鳞片的锋利刀刃和封印他不死再生技能的剧毒，一击得手。曹延胜一鼓作气将希德拉剩余的7个脑袋全部砍了下来。随着希德拉被消灭，一连串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您存在的力量因自胜者强和一强扶弱技能得到了提升，世界逐渐与您产生共鸣，您已被一定程度的希德拉之血所浸染，您已获得 A 加级技能不死再生。随后他将希德拉的尸体分割切片，这么多新鲜的肉可不能浪费，可这么庞大的数量要怎么带走呢？这时岩石蛇给了他一个魔法道具空间口袋项链，但空间口袋的容量也有极限，没法全部装进去。于是曹延胜便施展自己钻研了数百年的厨艺，为岩石蛇一家做了一顿蛇肉大餐。岩石蛇一家吃后实力大增，对曹延胜非常感激。这时提示音突然响起，岩石蛇一家非常信任并且崇拜您，您作为圣座，追随您的信徒数量已增加，您的圣座之力与存在力已提升。曹延胜能感受到岩石蛇们向他输送的力量，他现在才切实明白圣座们为什么要增加自己的追随者，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圣座对地球感兴趣。因为地球是拥有数十亿潜在追随者的世界，而占据地球的圣座将得到足以改变深渊格局的存在力。现在他更加迫切想要找到回地球的方法。告别了岩石蛇后，曹延胜进入了附近的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的领域。他刚一进来，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的手下就迎了出来，欢迎您圣座大人，我的主人想要见你。随后曹延胜在南梦魔的带领下来到了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的住处。令曹延胜没想到的是，梦和欲望的操纵者竟然是一个人类模样的小孩。原来你就是那个最近把深渊搅天翻地覆的圣座呀，我一直很想见你呢。曹延胜谦虚一笑，我离成为圣座还差得远啊。说话间，他感觉在这个领域里总有一股魅惑的力量，试图窥探并扰乱他的想法。这个一副小孩模样的圣座，我们就叫他小梦吧。小梦解
是梦想和欲望本来就是这样的，凡是进入这个房间的人就会感觉自己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如果不是圣座那样的存在，是很难拒绝他赐予的这份礼物。只是曹延胜还没有自我觉醒罢了。曹延胜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但小梦却不打算继续说下去。如果你同意与我们结盟的话，那我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曹延胜十分意外，我以为圣座们都是独善其身的族群，没想到还有联盟。小梦哈哈一笑，你说的没错，圣座们都很自私，因为他们只能这么做。虽然避灭者们将我们供奉为神，但圣座的生活并不容易。如果圣座显露出软弱的征兆，强大的圣座们就会对其发起攻击，因此那些弱小的圣座渴望找到可以信任的同盟。曹延胜对此很感兴趣，有了同盟，他的内心应该会比独自克服困难更踏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不定能帮他找到回地球的方法。随即他问小梦加入联盟需要做些什么，毕竟他还要抓紧时间提高实力，成为圣座。小梦表示只要其他圣座不攻击他们的同盟，他们就没有什么事，他可以放心去做想做的事。于是曹延胜便答应了与小梦结为联盟。提示音传来，您已加入中小圣座联合会，圣座应该一诺千金，如果您不遵守约定，您的存在力将会受损。就在这时，旁边的草地上突然出现一团火焰风暴，提示音再次传来，熔岩和岩浆之猫挥动着前爪向您表示欢迎，并说如果您直接成为他的手下，他肯定会优待您，他也是联盟的成员之一。曹延胜好奇联盟的其他成员还有哪些，两人却表示除了曹延胜之外，目前只有他俩，这令曹延胜十分无语。不过事到如今，他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之后圣座喵答应给曹延胜制作任何他想要的道具和装备，他可是深渊里有名的铁匠圣母。小梦也送给了他一份集武功秘籍吸星大法和2块山铜。看见曹延胜拿出来的一堆艾德曼合金和山铜，圣座喵兴奋无比，你想要制作什么武器？这么多的材料，应该能制造出很厉害的剑和盾牌，我有信心制造出任何你想要的样式。可曹延胜却表示他想要的是烹饪工具，我想要可以烹饪深渊里任何食材的最强烹饪工具。圣座喵瞬间一口老血喷出，非主流去死吧！虽然十分无语，不过他还是开始了工作。之后小梦告诉他关于觉醒的事情，曹延胜一直觉得自己现在只是一个刚刚踏上圣座之路的半吊子，似乎还需要成长一个阶段才能成为圣座。可小梦却告诉他，你就是圣座，只是你作为圣座还没有领悟到自己是谁。曹延胜身为避灭者，成为圣座是非常罕见的存在，其他圣座几乎都是一出生就是圣座。就以他自己为例，他就是在梦魔们散发出的梦和欲望中诞生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作为圣座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觉醒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接受自己成为圣座这个事实。听了他的话，曹延胜静下心来，深吸一口气，我是圣座。随着他的话说出，一道红光突然从天而降，笼罩在他身上，提示音也随之响起，来自世界的共鸣已被激活，世界收到了您的呼唤，您作为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可以使用圣座的全能。曹延胜的头发瞬间变长，变成了晶莹的白色，一双眼眸也变成了耀眼的蓝色。曹延胜好奇地使用存在力对一名梦魔赐下祝福，这名梦魔瞬间战力暴涨，很快就击败了眼前的怪兽。曹延胜略感惊讶，我只用了一点存在力就赐下了那么大的祝福，还能发送信息。一旁的小梦却十分无语，因为我们是同盟，我可以不计较，但如果是其他圣座的话，你这么做就很成问题了。手下是直接关系到圣座存在和权威的重要因素，对其他圣座的手下使用影响力，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挑衅行为。同时小梦告诉他，圣座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周边。随即曹延胜感受了一下，果然看到了此时岩石蛇一家的情况。小梦解释，你可以使用存在力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使用过的存在力是可以恢复的，而且圣座保有的存在力不会超过自身的极限，所以就算省着用也毫无意义。曹延胜思忖着，这么说存在力和游戏里的魔力值差不多，圣座们既可以利用这种全能让手下去探索深渊，同盟圣座的视野也是可以共享的。当然，如果不想让对方看见的话，也可以屏蔽。小梦提醒曹延胜，你才刚刚成为圣座，尽量别和其他圣座发生冲突，圣座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对手下多、存在力高的一方有利。曹延胜自己也十分清楚，现在的他不过是处在众多圣座们的起跑线上而已。随后他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你对地球有了解吗？但小梦表示也只是听说过，那是深渊外一个拥有很多灵魂的行星，所以强大的圣座们都在等待通往那里的入口开启。现在的曹延胜对圣座们的行为也终于理解了，去到地球的圣座们并不会明目张胆地发生冲突，如果他们为了抢夺地球而损耗力量的话，就会给其他圣座可乘之机，便宜了他们坐收渔翁之利，所以圣座们更愿意采取增加追随者的方式。不过小梦提醒他，但如果是邪恶残暴的圣座，或许就不会遵循这种规则，而是使用蛮力去霸占地球。就像曹延胜身为不败的修炼化身，不能停止修炼，不能输给更强的敌人一样，那些存在力来源于破坏和征服的圣座们，哪怕这么做会带来损失，他们也不会停止行动。这就是圣座存在的方式。圣座不能像避灭者那样保持中立，因为圣座是达到某种极限而诞生的存在。曹延胜拳头一握，既然如此，那我只有把最初的计划进行下去。我的目标是回到地球。但小梦提醒他，如你所说，通往地球的门已被打开，如果那附近的圣座们都在关注着地球的话，最好不要将你是圣座的身份暴露出来，即便他们是善良的圣座，也肯定会牵制你。如果是打算抢夺地球的圣座们，那他们至少会比我们强几倍，而且无论是多么善良的圣座，只要他们感觉属于自己的灵魂会被抢走，那他们就绝不会退缩，而且你绝不能使用存在力。若是地球人知道地球出身的圣座回到了地球，很有可能会让他们提高不必要的警戒心。你要混在平凡的地球人之中，低调的扩张拥戴
和崇拜你的人数，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庇护你的灵魂。这样的话，身处地球的圣座们可能要很久之后才会发现灵魂被抢走了。曹延胜表示他在地球上有认识的圣座，可以把他拉入联盟。随后他将自己和天秤女神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但小梦觉得天秤女神不太靠谱，虽然能看见未来的线索，却无法正确的预测未来，完全就是个傻缺。圣座喵则表示，以他们现在的处境还没资格挑3拣4，如果他能共享预知的未来，那他们可以帮忙分析。最终几人决定将他拉入伙，而这个任务就交给曹延胜了。曹延胜很好奇，当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圣座时，他会有什么反应。曹延胜并没有着急离开，因为圣座喵制作装备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所以他便在小梦的领域里进行修炼。一只梦魔将曹延胜带到一处修炼之地，这里已经被禁止使用很久了，因为在这里修炼太危险，很多梦魔都因为这种修炼而疯掉。醒悟之井，在这里可以进行从井里打水上来的简单修炼。提水之人的欲望越强，桶里的水就会越重，就算是像冥想那样摒弃心中的欲望，谁也不会因此而变轻。小梦和熔岩喵都觉得曹延胜虽然身为圣主，但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然而下一秒，两人直接傻眼，曹延胜居然在摒弃欲望的训练场里，利用欲望的重力做运动。两人不禁感叹，他对修炼的执着已经达到了扭曲的程度，难怪能成为圣座。曹延胜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醒悟之井进行修炼，剩下的时间他会和阿勒尼以模拟战的方式来进行活动性休息和战术研究。没过多久，熔岩喵的制作也终于完成了。这是以铁匠著称的圣座使出浑身解数制作而成的山铜餐具套装，这把刀能轻松处理任何食材，就算当做武器也是一把毫不逊色的宝刀。曹延胜迫不及待地试验了一下，空间顿时产生剧烈的震荡。小梦大惊失色，这把刀是铁匠圣座冶炼的菜刀，必须得小心使用，否则会撼动周围的领域。接下来便是测试艾德曼合金制作的烹饪道具。曹延胜稍微使用了一点强气进行攻击，没想到这些餐具不仅能反弹强气，而且没留下一点痕迹。熔岩喵自豪地表示，这些餐具比魔法防御道具还要坚固。随后曹延胜便开始了成为圣座后的新的旅程。这次他来到的是疫病和黑暗的先锋的领域。黑暗先锋察觉到了曹延胜的进入，并对他进入自己的领域很不爽。随即曹延胜利用存在力屏蔽了黑暗先锋的探查。黑暗先锋则下令让所有的手下寻找曹延胜，但不要和他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要靠智慧与其抗衡。疫病先锋以为曹延胜还没有觉醒，所以打算把他骗过来当他的手下。曹延胜可不吃这套，开始在四处狂轰乱炸。快出来！你身为圣座，连自己的领域都无法守护吗？小梦慌的一批，向统领王国的终极圣座宣战是一种很鲁莽的行为，但曹延胜却表示他想回归自己的本性。在他来到深渊后，还从未有一刻成为过绝对的强者。身为脆弱人类的他，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独自在敌对的领域里挣扎。他因为害怕那些古老的圣座们而隐藏了自己的行踪，躲到了圣座们视野无法达到的中立地带。我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如果我要作为一个圣座活着，那我就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就算要跟疫病先锋决一死战也无所谓，即便对方是圣座，我也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本性。面对曹延胜的挑衅，疫病先锋很快就现身了，可疫病先锋却陷入了沉思。他觉得曹延胜比预想的更疯狂，这个比自己弱上很多的圣座为什么要挑衅自己呢？你如果在决斗中输掉的话，就会立刻灰飞烟灭，但就算我赢了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也算一种损失。而我要是输了，肯定会被你抢走很多东西，那也是一种损失。但如果我不接受这场决斗的话，我作为圣座的威信和名声就会受到重创，这于我而言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修炼的化身，你究竟为什么敢挑衅我？可他的话还没说完，曹延胜就已经冲了过来。虽然这场决斗是曹延胜挑起的，但他并没有掉以轻心，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和圣座决斗，我和他的存在力差距太大，得用尽全力速战速决才行。如果打持久战的话，我肯定会输。想着，他附加了存在力的强气一拳轰出，疫病先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得炸毛了。这是他诞生为圣座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的痛苦，包括疫病先锋在内的所有圣座几乎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直接肉搏的决斗。曹延胜可不打算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我的攻击奏效了，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接着一套连续混元拳直接呼在疫病先锋的脸上，疫病先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曹延胜可不敢大意，他该不会是为了使出什么隐藏招式而在故意装弱吧？疫病先锋被一炮子狠狠砸在地上，曹延胜正准备继续进攻，却只见疫病先锋声音颤抖地说道：“我投降，求你住手吧。”曹延胜愣了一下，然后又是几炮子呼在他脸上，你这种小把戏可骗不了我。疫病先锋简直欲哭无泪，我的领域和我的手下们现在都属于你了，我赌上我的真名发誓，求你别再打我了。熔岩喵解释，疫病先锋赌上真名发誓不可能是谎话，如果圣座被打得很惨的话，就差不多是投降了。曹延胜十分无语，在他看来圣座怎么可能会投降？提示音传来，疫病和黑暗的先锋以自己的真名为誓向您投降，一强扶弱和自胜者强技能已启动，您的存在力大幅提升。曹延胜心中百感交集，我能跟圣座决斗，我的武功对圣座们也起作用。突然他看到了整个领域中的所有场景，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新王国和每一位手下的存在。不过曹延胜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些恶心的存在，我不需要这个王国和手下，还是由你来管理吧。看着曹延胜离开的背影，疫病先锋再次陷入混乱。圣座之间的战争是赌上一切的危险挑战，因为胜者可以夺走一切，并且获胜的圣座为了防止败者东山再起，让败者完全消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熔岩喵表示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圣座收其他圣座为手下的。之后，曹延胜来到了终极圣座倒转时针者的领域，但这次却没那么容易。倒转时针者在听说了邻居疫病先锋被打败的消息后，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次曹延胜需要独自对战一位圣座及其率领的所有手下。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200年，最终以曹延胜获胜告终。接下来是终极圣座深海里的声音，在进行了接近150年的决斗之后，曹延胜又赢了。此时说话的是终极圣座猖獗的求道者，不败的修炼化身，真是太凶残了！你以为圣座们会对你的肆意妄为袖手旁观吗？我现在已经与熔岩和岩浆之猫达成联手，你感受到我们同在的力量了吗？熔岩喵向曹延胜打了个招呼，曹延胜一脸坏笑的竖起大拇指。于是，在熔岩喵的帮助下，这场战斗仅用6小时就结束了。在曹延胜开始流浪之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这期间，他遇见圣座就与其决斗，遇见怪兽就将他们吃掉，就这样反复的吃饭决斗。这样下去，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地球呢？他正感慨着，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扇传送门，深渊里随机出现的门，对于曹延胜来说是与新的对手见面的通道。他缓缓起身走向传送门，可这一次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青山绿水。他眼中有点不敢置信，难道我真的回到地球了？可当他进入城镇后，发现这里居住的全都是哥布林。熔岩喵告诉他，这里不是地球，应该是哥布林行星埃佩斯，这里距离深渊很近，所以出现传送门的频率很高。因此，埃佩斯的哥布林们很早就开始对抗深渊里的怪兽，但终究也仅限于普通的怪兽。此时看着从传送门里出来的庞然大物吃行星的狼阿卡佩里，哥布林们顿时陷入了绝望。作为埃佩斯的国王，也是埃佩斯最强的魔法师，欧达伊昆首当其冲迎了上去。埃佩斯的末日已经到来，身为国王，我绝不会逃避自己的责任。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曹延胜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来到阿卡佩里的头顶。阿卡佩里的战斗力相当于终极圣座，只是因为他的存在没有特定属性，所以才不是圣座。曹延胜明白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于是上来就使出必杀技，无数蕴含了存在力的强气犹如暴雨般朝阿卡佩里倾泻而下。只听见一道无名声，阿卡佩里瞬间被秒杀。曹延胜的存在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每次与圣座或与其相当的怪兽战斗，曹延胜都有一种违和感，那就是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弱到了让人荒谬的程度。熔岩喵解释，那是因为他们自诞生来就太过强大，所以缺乏与同一水平对手战斗的经验。欧达伊昆十分感谢曹延胜拯救了他的王国，表示将奉他为主人，并将埃佩斯王国交由他支配。由于手下数量的增多，曹延胜的圣座之力和存在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并且觉醒了圣座全能宣布不败化身的领域，同时品格晋升成了终极圣座。随后曹延胜便打算离开，但欧达伊昆执意要跟随他。曹延胜拿他实在没办法，而且他从欧达伊昆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魔力，这样的实力放在地球也是屈指可数的强者。于是他便答应带着欧达伊昆一起流浪。解决了3只比阿卡佩里还要强大的怪兽之后，空间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魔力风暴。曹延胜正准备乘着魔力风暴去其他地方时，眼前的魔力风暴却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扇地下城的传送门。地下城是深渊的一部分空间，在特定的规律下与其他场所相连时出现的空间。因为地下城里会有深渊的怪兽出没，所以若是放任不管，怪兽们就会冲出外界肆意破坏。此时地球上的暗国内莫为沙漠，联邦地下城管理厅已经将此处完全封锁。此次的地下城名为迷惑的魔镜，入场人员限制为10人，难度是 C 减级。自从深渊的怪兽和魔力流入地球后，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怪兽的强大魔力凝聚的核，是比人类使用过的任何资源都要纯净高效的能源，核以外的副产品也同样对人类十分有用。这些来自深渊的礼物，为人类开启了材料和生命工学的全新篇章。帕克家族也趁此机遇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庞大的深渊产业大户。而此次前来攻略地下城的是卡内斯猎人战队，队长便是帕克财团第2代董事长的小儿子理查德·帕克。随着一行人进入传送门，令人绝望的一幕却发生了。只见传送门突然爆发出恐怖的魔力，原本只有身高大小的传送门瞬间变大数百倍，恐怖的魔力不停四散开去。这俨然是A级地下城才能有的魔力波动。而身处地下城中的卡内斯战队对此却完全不知。理查德正带队悠闲地走着，没过多久他们就遇到了几只食尸鬼，但他们根本不屑一顾，这种怪物2阶魔法就完全可以应付。可过了一会，他们发现这些食尸鬼正源源不断地从4面8方涌来，根本杀不完。队员们由于连续使用魔法，都陆续出现了魔力眩晕症。就在他们被食尸鬼大军团团包围的时候，地下城的另一边，曹延胜和欧达伊昆也出现在了这里。曹延胜让欧达伊昆去探查一下这个地下城的情况，因为欧达伊昆会使用飞行魔法，而且他的视野也可以和曹延胜共享。欧达伊昆发现了一堆奇怪的东西，曹延胜让他靠近一点，看清地面上的物品。曹延胜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同时，欧达伊昆也发现了数千只的食尸鬼大军。欧达伊昆准备在曹延胜面前表现一番，只要施展一次7阶广域魔法，就能将这些食尸鬼全部干掉。可曹延胜却急忙阻止他，既然食尸鬼们围成一团，那肯定是有人被包围了。曹延胜立刻朝那个方向赶过去。如果他没猜错的话，那些人很有可能是地球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曹延胜让欧达伊昆使用变身魔法变成地球人的模样，他自己也将头发变成了觉醒前的颜色。曹延胜在这些食尸鬼中并没有发现 BOSS 的存在。欧达伊昆解释，他们可能是一种叫塔伦怪兽的一部分，在深渊里也被叫做食尸鬼王。塔伦是由数千只食尸鬼组成的群体型怪兽，对于实力一般的人来说，只能被这庞大的数量碾压，但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人来说，这些怪兽简直微不足道。理查德一行人
人已经在这个建筑里困了1个月，食物也已经全部吃完了，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这个地下城限制的人数是10人，他们有9个人，即便救援队赶到也只能进来1个人，根本不可能解决掉如此庞大数量的食尸鬼。队员们将责任全部推到了实力最强的理查德身上，并让他打头阵带他们冲出去。就在双方准备鱼死网破时，石门突然轰的一声爆开，曹延胜和欧达伊坤走了进来。曹延胜开口：“请问你们是从地球来的吗？”众人顿时激动无比，他们以为是救援队来救他们了。胡子哥却连忙大喊：“全员做好战斗准备！地下城的入场名额只剩下1个，怎么可能进来2个人？”曹延胜十分无奈，他表示他们是从深渊来到这里的，连接地球与深渊的通道刚被打开时，不少人被卷入其中。这些人被称为深渊失踪者，虽然大部分都永远无法再回来，但也有特别走运的重新回到了地球。理查德突然想到什么，等等，外面那些食尸鬼呢？曹延胜表示已经被他们干掉了。他急忙将欧达伊坤推上前：“我这位朋友是很厉害的魔法师。”曹延胜还记得小梦和熔岩喵告诉他的，回到地球后要低调的扩增自己的追随者。在听到曹延胜说他是习武之人后，众人更是震惊无比，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习武之人。曹延胜一脸懵逼，急忙询问现在的时间。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在深渊里流浪了30年。随后众人便离开了建筑。这个地下城的食尸鬼是群体型怪兽，也相当于是 BOSS， 只要消灭了所有的食尸鬼就可以离开了。但是刚才他们来的时候跑掉了几只。曹延胜2人救出理查德一行人后，便开始四处寻找逃掉的那几只食尸鬼，只要消灭了所有的食尸鬼就可以离开地下城了。与理查德反目的 C 级猎人们开始和欧达伊坤套近乎，他们需要找一个能带领他们进入高级地下城获得战利品的强者。欧达伊坤对这些人的行为非常厌恶，曹延胜则十分郁闷，明明自己更强，为什么他们不来和自己套近乎？理查德解释，因为他是习武之人。自曹延胜进入深渊后，多个国家连续爆出猎人等级造假事件。李小媛作为全世界习武之人的精神象征，但实际上只有 B 级水平。之后人们都说习武之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1级，因此有不少人放弃了习武，拜师学武的人和教授武功的地方全都消失了。曹延胜内心十分崩溃，他一直以来都是把李小媛当作标榜的。随后他询问2人，在他进入深渊的期间，有没有发生其他圣座突然入侵地球的事情。2人回答确实发生过，在2011年，也就是曹延胜进入深渊的2年后，一个传送口突然出现在地球上。那个传送口不同于任何一处地下城的入口，从里面出来的怪兽不像地下城里的那些毫无理智，而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的目的是占领地球，并将地球上的灵魂献给他们的圣座。但后来人类击退了怪兽军队，各国政府调动了地球上的所有猎人，最终平息了那场战争。曹延胜两眼一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这不就代表没什么需要我去做了吗？那我在深渊中奔波的意义何在？难道天秤女神真的预知错了？可小梦觉得这件事应该没那么简单，那可是圣座们发动的战争，就算所有的避灭者联手，恐怕也很难做到。对于圣座来说，地球的猎人与蝼蚁无异，即使数量再多也根本构不成威胁。曹延胜也察觉到了不对劲，立刻追问当时人类击退怪兽的细节。胡子哥表示这都是多亏了地球上的其他圣座出面缔结了盟约。小梦一听就明白了，如果是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就算圣座想要发动战争，也是赐予手下力量让他们代为出战。像曹延胜这种亲自上阵的圣座算是特例，因为这样一来对方的圣座也得现身应战。所以休战的真正原因是，原有版图因为新来圣座的入侵而有所改变，但最终还是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为了避免全面战争，新来的圣座只好妥协。虽然他们很想独占所有的灵魂，但却不愿为此亲自上阵或丧失得力的手下。一阵失落感顿时涌上曹延胜心头，那这样一来岂不是没我什么事了？我在深渊修炼那么多年，岂不是白费功夫？小梦表示并非如此，这件事不可能那么轻易结束，休战带来的和平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深渊中想要入侵地球的圣座数不胜数，一定要小心后来的圣座，因为他们不会遵守现有的协议。如果事态恶化，那么地球就会沦为数个圣座角逐的战场。同时他们提醒曹延胜，想要在地球上隐藏他的真实身份，仅仅是掩饰存在力是不够的。倘若身为修炼化身的他没有隐藏好自己的身份，那他就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随后曹延胜询问了一下，从深渊回到地球的人会被怎样对待。胡子哥表示会做一些身体检查和调查询问，还有确认有没有和邪神圣座签订契约。在邪神圣座对地球发动战争后，大部分国家都禁止了人们与他们签订契约。地球现在的情况曹延胜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他很好奇这几个猎人的实力，于是让欧达伊坤探查一下。熔岩喵见状顿时气急，圣座即便不使用魔法也能掌握对方的情况，而且这种小事根本不需要使用存在力。随即曹延胜按照熔岩喵所说使出圣座之眼，理查德的数据顿时一目了然，这是一项探查对方情报的能力，等熟练之后还能看到更多的情报。欧达伊坤很快就消灭了所有的食尸鬼，地下城也随之传来提示，地下城迷惑的魔镜已被成功攻略，地下城即将关闭。曹延胜心中百感交集，我终于要回到地球了。在一阵金色传说后，曹延胜一行人出现在了空地上。曹延胜抬头看向天空，心中感慨万千。时隔万年，我终于再次看到了地球的天空。关于食尸鬼王塔伦的存在，地球上鲜有人知，因此这群人成功攻略一个
个 A 级地下城的事实就这样淹没无闻了。之后，曹延胜按照程序进行了身体检查，工作人员对他爱答不理，却对欧达一坤十分热情，这让曹延胜十分不爽。这是习武之人永远无法享受到的魔法系高级猎人的待遇。接下来是调查是否与邪神圣座签订过契约，写一段话侮辱圣座狂气与血之战士。虽然有些幼稚，但这确实是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因为和圣座签约的手下绝对不能侮辱自己的主人，这是能够找出与邪神圣座签约之人的最准确的办法。最后一项是魔力测试，随着曹延胜把内功灌入水晶球中，水晶球顿时金光大作，接着便咔嚓一声碎裂了。他并没有隐藏太多，他已经离开地球30年，如果想好好发展的话，等级得比30年前高一些才行。在深渊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挑战强敌，但地球不一样，在这里很难获得那种机会，只有 B 级猎人才能拥有晋升为 A 级猎人的机会。他想按照计划成为英雄，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就必须在进行等级评定时，尽最大可能提升自己的等级。等级评定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欧达一坤在刻意隐藏之下是 B 级，曹延胜本以为自己至少也应该是 B 级，可没想到竟然还是 C 加级，这令他十分不解。不过他一时也想不明白。之后理查德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邀请曹延胜俩人到自己家里居住，毕竟曹延胜刚刚从深渊回来，居无定所。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一辆超跑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只见一个全身挂满大金链子的大叔从车上走了下来。曹延胜一眼就看出了这人的不同寻常，他的实力比普通猎人强大很多。见到来人，理查德惊讶的话都说不清楚了。您是 S 级猎人景龙皇吗？景龙皇只是随意和他说了2句，便径直走向曹延胜。延胜，没想到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曹延胜一惊，你是队长景龙哥吗？2011年，世界各地同时发生了多起邪神圣座入侵事件 ，S 市也未能幸免于难。S 市所有的猎人战队都加入了战斗，最强至尊无上战队的队长黄景龙是那场战争中表现最出色的猎人之一。在那场危机中英勇奋战的猎人们被政府授予英雄称号，但 H 过给予英雄的待遇却让人非常心寒，所以他移民去了安国。曹延胜十分好奇，自己这个队长现在到底是什么地位，竟然连财阀家族的儿子都对其毕恭毕敬的。黄景龙表示他现在住在猎人之丘，是地价最高的富人区。随后黄景龙让司机别去帕克家了，直接送他们去他的府邸。曹延胜看着城市中繁华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是被称作天使之都，在平息入侵战争后，获得财富与名誉的猎人们开始在此定居。这些猎人战队的相关人员，想要加入战队的猎人们，还有以猎人为交易对象做买卖的人，也纷纷聚集在此。于是这里变成了目前地球上猎人最多的城市。黄景龙来到暗国之后，就要求暗国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将深渊生还者的消息告诉他，但凡漏掉一个人，他就立刻移民去其他国家。很快众人便来到了黄景龙的府邸，外面有无数猎人正在排队取号。曹延胜对此十分不解，黄景龙得意一笑，当然是为了见我一面啊，他们想来我这里寻求机会，日后再慢慢和你解释。回到住宅，黄景龙立刻叫来了所有秘书，你们去给我找最好的家教，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常识，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课程，全都给他安排上。此时看到黄景龙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曹延胜不禁感慨，他那个曾经傻乎乎的队长，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容颜喵却表示这样正好，可以将他收为手下。可曹延胜却迟疑了，他在这30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确实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但也正因如此，曹延胜更不想让他卷入圣座们的争斗中，但他还是决定将自己成为圣座的事情告诉黄景龙。至于是否收他为手下又再说，我去深渊是为了保护地球。但黄景龙并没有相信他的话，这也在曹延胜的预料之中。随即他让黄景龙和自己决斗一场。黄景龙也很好奇，自己已经是地球上最顶尖的 S 级猎人，如果曹延胜真的已经成为了圣座，那他的实力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地步？由于是在内部世界中，并不会伤害到本体，而且曹延胜必须限制实力，因为内部世界根本承受不住圣座的力量，所以曹延胜也能放心的和黄景龙交手。只是数个回合，黄景龙就被曹延胜按倒在地。最终黄景龙也相信了曹延胜成为圣座的事实，但他疑惑曹延胜既然都成了圣座，那从他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呢？曹延胜表示，他原本是想请他帮忙的。随即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黄景龙解释了一遍。虽然圣座们签订了休战协议，但那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新的圣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来了。那些签订了协议的圣座们也肯定都有各自的小算盘。眼下其他圣座在地球上已经收了许多手下，而我现在才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处于劣势。黄景龙打断他的话，等等，刚才你说原本想请我帮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现在不要我帮忙了吗？曹延胜微笑道，你现在正享受着大好人生，我不想拉你下水。听到此话，黄景龙顿时羞愧的面红耳赤。同战队的弟弟为了保护地球，在深渊中漂泊了上万年，而身为队长的我却一直在享清福。想着他一拳砸在地面上，既然我都说要帮你了，你就应该爽快的答应，而且以你
你现在的境况，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眼看黄景龙没有丝毫退缩，曹延胜十分欣慰没有看错这个大哥，那就请你接受我的提议吧。下一秒，一个提示框出现在黄景龙眼前，胜作不败的修炼化身想将您收为手下。虽然黄景龙心中感觉有点别扭，但还是接受了。没想到我这个队长现在竟然成了队员的下级。随后曹延胜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黄景龙，我的计划是隐藏好圣座的身份，然后在暗中招揽更多的手下。如果出现要和其他圣座交手的情况，我必须得有自己的手下才行。而想要招揽到手下，就必须要有一个最强猎人的身份。最强猎人是当国家领土内出现一级地下城时，该国政府会无比恭敬请来的猎人，同时也能获得无数人的信任和敬仰。于是黄景龙提议他参加6星联盟和终极猎人锦标赛，那是一种在用魔法构建的内部世界中战斗的竞技，是当下人气最高的一种竞技项目。但曹延胜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构建内部世界的魔法是圣座们常用的魔法，而人类竟然会用这种魔法，并且用来进行竞技。熔岩喵猜测，有可能是圣座们想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圣座对战。圣座对战是一种圣座们各自派出手下进行对决的战争，像6星联盟和终极猎人锦标赛这样的猎人运动，很有可能是圣座们有意诱导而成的，因为这样有助于他们选择自己需要的人才。随即黄景龙表示，会把曹延胜送到专门培养精英的战队里，要是发现资质还不错的人，就直接将他培养成手下不就行了。可问题又来了，曹延胜目前的评级是 C 加级，根本不可能进那种战队，所以当务之急是提升猎人等级。刚好1周之后就是猎人锦标赛的预赛，将 S 级猎人黄景龙收为手下后，曹延胜便按照计划参加了猎人锦标赛。他此次参加的是 C 级联赛。随着曹延胜进入内部世界，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要限制自己的力量，否则内部世界会崩塌。随即曹延胜把自己的力量压制到了内部世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提示音再次传来，如果您在内部世界中在力量被限制的情况下战斗，您的存在力将会得到提升。曹延胜心中一喜，没想到参加猎人锦标赛还能提升存在力。由于曹延胜是深渊生还者，并且还是武功使用者，所以备受关注。这年头已经没有任何猎人使用武功了，光头是第一次对战武功使用者。他计划先使用浮空魔法拉开距离，然后再用远程魔法风筝曹延胜。随着裁判宣布开始，光头纵身一跃就跳上空中。就在他得意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时，曹延胜的拳头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光头直接被一拳砸在了内部世界的屏障上，一拳秒杀，全场瞬间沸腾。曹延胜还有点难以相信，这就结束了吗？赢得也太简单了吧。曹延胜第2场的对手是一名远程和近战都擅长的猎人，可仍然没有碰到他一根汗毛就被一拳解决了。虽然这只是 C 级预赛，但每场都一招拿下对手，这就很牛批了。曹延胜的表现很快就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但他今天的对手中还有一个来自斯提里科兰德战队主推的新人，大家都认为曹延胜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但直到预选赛结束，不管对手是谁，曹延胜都是一招解决。他不出意外的取得了预选赛冠军，同时他也受到了数个圣座的关注，圣座们很快就找上门来。曹延胜丝毫不给面子，狂气与血之战士，我不会跟你这种家伙签约的，快滚吧！狂战士听后勃然大怒，但暂时拿曹延胜也没有办法，只能悻悻离开。别的避灭者肯定是不敢这么做的，但曹延胜迟早是要和他们开战的，所以他认为没必要对他们毕恭毕敬的。之后黄景龙打听到曹延胜的等级评定是安比图斯战队在搞鬼，所以当时他从深渊出来时仍然评定是 C 加级，于是他又重新找人鉴定，但评定官给出的等级却是 B 减级。黄景龙对此十分愤怒，你没长眼睛吗？ B 加我都觉得差点意思。评定官解释评级不单单是看魔力值，还要看实战能力，只能先从 B 减开始慢慢提升。通过预选赛后，曹延胜现在已经是职业选手了。黄景龙表示会把他送进伊卡鲁斯战队，那是全部由达到 B 级的年轻人组成的战队，是一个专门培养精英猎人的战队。随后黄景龙又送给了曹延胜一柄长剑月印九霄，那是他在邪神圣座入侵时偶然得到的一击宝剑。之后他更是安排了自己的女儿阿伊内给曹延胜当经理人，一流经理人会对猎人进行分析，确认猎人的能力水平，寻找能使猎人变强的方法，而阿伊内则是最顶尖的超一流经理人。他提醒曹延胜，伊卡鲁斯战队里的疯子可不少，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在黄景龙的安排下，曹延胜顺利进入了伊卡鲁斯战队。第2天上午，曹延胜很早就来到了伊卡鲁斯战队的训练场，只见一个金刚芭比正在用2吨半的杠铃做训练，看身材应该是一名力量型猎人。见到曹延胜进来，他主动过来打招呼，你是新来的猎人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伊丽莎白古提雷兹。曹延胜也礼貌地和他握手。只见伊丽莎白嘴角一挑，右手陡然发力，曹延胜感受到手掌上传来的力量，脸上也是掀起一抹弧度。下一秒，伊丽莎白猛地抽回手掌，她眼中满是不可思议，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力气比我大的人呢。你也是近战型魔法师吗？曹延胜回答自己是武功使用者。伊丽莎白眼中的震惊更浓了，没想到我竟然能见到 B 级武功使用者。随即她眼中燃起战意，我属于那种只要有用就什么都会学的类型，在离怪物很近的时候，没有这些技能会很难办的。他还是猎人锦标赛 B 级联赛的第19名。曹延胜没有说话，这算很厉害吗？说着，伊丽莎白转身朝外面走去，让我来看看武功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吧。跟我来。两人很快便来到了训练大厅，这里已经来了数位战队的猎人。伊丽莎白向众人介绍了一下曹延胜，然后两人便走上了擂台。伊丽莎白伸手握
握住身后的巨剑，你准备好了吗？曹延胜脸上掀起一抹弧度，我看你似乎对武功有很多好奇的地方，那我就先教你一招吧。在对付武功使用者时，绝对不要靠近对方。话音落下，他已经一记混元脚朝伊丽莎白的面门踢了过去。伊丽莎白大惊，连忙将巨剑横在身前挡下攻击，然后一个后跳拉开距离。曹延胜略感惊讶，反应还挺快，不管你施展魔法的速度有多快，应该都比不过武功使用者出招的速度。说着已经连续踢出数脚，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那我要是只用魔力攻击你呢？说着携带着魔力的巨剑疯狂地劈砍向曹延胜。曹延胜边躲避攻击边思忖着，作为魔法使用者来说，他的攻击速度的确很快，要是把他收为手下应该很不错。想着，他一记混元脚踢在巨剑上，伊丽莎白直接被踢得倒退开去，好强的力量！他心中暗惊，连忙使用保护魔法，可曹延胜的拳头竟直接穿过魔法护盾，一拳轰在了他的肚子上。伊丽莎白一脸的不敢置信，你是怎么击中我的？我刚才明明已经启动了魔法呀！因为我使用了巧力，这跟只是用魔力强化肌肉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伊丽莎白冷哼一声，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我的攻击还没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曹延胜已经一炮子甩在他的脸上，接着又是一套连续普通拳。怎么样，这下对武功应该有所了解了吧？曹延胜心想，等给他解释完何为武功后，我就把他收为手下。看着伊丽莎白踉踉跄跄的样子，曹延胜眉毛一挑，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可伊丽莎白眼中却燃起了汹涌的战意。再来一次！只听见砰的一声，伊丽莎白直接被打得睡在地上，惨叫连连。曹延胜淡淡开口，现在够了吧？伊丽莎白立刻从地上翻起来，眼中充满倔强。再来一次！曹延胜饶有兴趣道，你该不会是想打到赢过我为止吧？那你可就找错人了，我就喜欢你这种充满韧劲、执着于胜负的对手。之后便只听见擂台上不停传来一阵阵惨叫声，伊丽莎白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那个，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吧？曹延胜脸上掀起一抹阴森的笑容，你怎么能说出这么软弱的话？现在才刚刚开始，来，我们继续。今天我要好好修炼一下。对练结束，伊丽莎白直接一屁股坐倒在椅子上，好久都没进行过这么累人的对练了。曹延胜开始准备切入正题，感觉如何？有没有对武功产生兴趣？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还没开口，伊丽莎白就直接拒绝了他。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向敌人学习，在我们碰面的时候，我还是会正常的跟你打招呼，但我绝不会接受你的帮助，听明白了吗？曹延胜十分无语，他本以为十拿九稳了，可没想到第一次招纳手下就碰壁了。原来招纳手下是这么困难的事啊！第二天是伊卡鲁斯战队的训练日，战队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了训练馆里，帕克家族的理查德也是战队成员之一。战队的教官是一名一级猎人，名叫欧尼斯特。只见欧尼斯特手中蓝光汇聚，接着手掌猛地高举过头顶，一条条魔法连接线将两名队员连在一起。令曹延胜无语的是，自己竟然和那个自恋狂安图尼分在了一组。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同伴是谁了吧？那就开始吧。说着，他使出高级幻影术，一个个魔力漩涡出现在他身后。下一秒，数头体型庞大的飞龙从漩涡中钻出，飞龙乃是 B 级以上的强大怪兽，队员们一个个都吓傻了。曹延胜则一脸淡然，欧达伊坤更是还在打手机游戏。欧尼斯特双眼微眯，新成员并没有因为飞龙的出现而动摇。董事长推荐他果然是有理由的。随后他大手一挥，大家开始躲避飞龙的攻击吧。安图尼思考着战术，以我的魔法实力，就算他们的气息攻击范围再大，我都能避开。想着，他立刻使用三阶魔法哈沙瑟的加速朝旁边跑去。曹延胜一惊，这家伙在干什么？我们被魔力连接在一起，他去哪里我就会被拽到哪里，也太乱来了吧。于是他一个闪身来到安图尼身后，直接点穴封住了他的行动，然后一把抱住他，躲开了飞龙的攻击。一名教官不敢置信地看向欧尼斯特，武功的速度本来就那么快吗？欧尼斯特眼中流露出几分赞赏，在移动和躲避方面，武功确实比魔法强。那个人是我见过的武功使用者中步伐最出众，除了技能威力和等级之外，他在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像他那样的猎人，在实战中的表现一定会比现在更强。我算是知道董事长为什么喜欢他了。安图尼气急败坏，你在干什么？竟然不按我的指示行动！曹延胜淡淡道，你的动作太慢了。不一会儿，欧尼斯特打了一个响指，这一轮的训练就先到这里，立刻开始下一轮。曹延胜瞥了一眼脚下，这次是在下面啊。随后他又给安图尼来了一套点穴服务，你太慢了。然后抱着他纵身一跃离开了原地。他们刚跳起，地底就冒出了一只巨型怪兽拉伊特。拉伊特是 B 级以上地下城里才会出现的可怕怪兽，队员们忍不住骂道：又是飞龙又是拉伊特，这也太过分了吧！欧尼斯特沉声喝道：你们要是连这点状况都应付不了，就没资格被称为猎人。曹延胜却十分满意，像伊卡鲁斯这种等级的战队就该进行这种强度的训练。我对那个教官太满意了。这一轮的训练结束，一个黑人小哥走了过来，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是怎么知道怪兽会从地下出来的？曹延胜回答：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小黑忍不住赞叹：这就是武功的威力吗？曹延胜眼前一亮，你感兴趣吗？要不要我教你？战队的训练项目接连不断的进行，之后是3人一组的躲避战，然后是防御魔法训练，以及在同伴中了幻影魔法的状态下将其制服的训练。准备运动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开始地下城攻略环节。曹延胜好奇，我们真的要去地下城吗？小黑解释，是通过内部世界模拟的地下城的情景。曹延胜好奇地探查了一下小黑的数据，
没想到他还挺厉害的。不过想要说服他当我的手下，必须得了解他的技能信息才行。可是我现在看不到，有点麻烦了。小黑似乎对武功很感兴趣，我小时候特别痴迷武功，可那时候第一代武功使用者几乎都隐退了，根本没有地方能学武功。曹延胜露出一副邪恶的笑容。很好，既然你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吧。他在心里盘算着，我要让大家看到我的实力，然后借此机会慢慢提升武功的威望。小黑按照曹延胜说的方法，蹲了半天马步也没有感受到体内的任何气息。曹延胜疑惑：你们魔法使用者强化身体的时候，不是会使用魔力吗？小黑解释：我们不是将自己体内的魔力使出来，而是吸收周边的魔力为自己所用。曹延胜有点想不通，原来你们是用这种方法呀，也太难了。其实只要让自己的魔力不断流动就可以了。小黑无语，对我来说你的方法更难。随后曹延胜双手按在小黑的背上，你先慢慢来吧，要是控制不好，我就用内功帮你控制住。随着曹延胜的内功灌入小黑体内，曹延胜居然领悟了一个新技能魔力之心，可用魔力代替内功施展武功。小黑也获得了技能魔力一击，可用魔力代替内功施展该技能。小黑十分兴奋，我成功了吗？这真的好神奇啊，这跟我平时出拳的感觉截然不同。曹延胜却不太满意，虽说能将魔力当作武功使用是件好事，但他的技能等级实在太低了。欧尼斯特的声音响起，休息时间结束，马上开始下一场训练，你们会被分成6人小组进入地下城，目标是尽可能安全快速的完成攻略。看着一个个斗志昂扬的队员，曹延胜略感好奇。小黑解释，在我们战队里，只有进入1组的人才能参与实战，而想要进入1组就得在训练中表现优异。分组信息很快便出来了，看到小组成员名单，伊丽莎白十分头疼，我还从没被挤出过1组呢。这次的训练真是太令人担心了，第一次参加战队训练就要和这个自恋狂组队，他甚至还想担任队长，但曹延胜根本没兴趣跟安图尼争夺，随后转过头就问起旁边人，这家伙到底什么实力？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全能选手，可远程攻击又擅长近战，还拥有几种稀有技能，但就是脑子不太好使。曹延胜立马开始扫描他的实力，此刻的曹延胜不仅能看到属性面板，还能看到他的技能信息，B 加级的精神保护和自我陶醉。就在这时，辉特克朝着曹延胜走了过来，他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这个人的眼里只有钱，和谁有利益就选择和谁交往，但他却是非常珍贵的治愈魔法师，和他联手肯定会得到许多帮助。但曹延胜根本不需要他的帮助，对辉特克一点面子也没给，三言两语就将他打发走。转眼试炼的场地开启，一行人来到地下城的修炼岔口。这次任务是最短时间攻略地下城，每个人准备了2周的补给品和口粮。队长安图尼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面，伊丽莎白顿时和他吵了起来。最前面的人遇到突袭需要近身肉搏，本应该让擅长近身战的伊丽莎白走在最前面，但安图尼认为自己实力更强，不需要他，并且让身后的人在后面辅助他。可就在几人争吵间，曹延胜已经冲了出去，并且让后面的队友赶紧跟上他。众人顿时被这种操作惊呆了。安图尼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要和曹延胜比拼一下，于是便使用魔法追了上去。曹延胜拔出月印九霄剑，将前方的变色龙斩杀殆尽，这可给脑子不好使的安图尼气得半死，但他们只能快速跟上曹延胜的脚步。他斩杀怪兽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留下满满一地变色龙的尸体。安图尼也被这一幕惊呆了，此刻他要拿出真正的实力，和曹延胜真正较量一番。这2个疯子飞快朝着地下城深处飞奔，而在另一边的观察室中，教官认真看着监控里的队伍。这一组人全员打了鸡血一般直面怪兽，并且6人在一起配合的十分默契，无时无刻都在布置作战计划。这一番操作给观察室里的教官惊呆了，监控里只能看见满满的怪兽尸体，没想到临时组建的小队竟配合如此默契。接着一行人往地下城深处走去。此时伊丽莎白提议稍微休息，让大家恢复一下魔力。突然曹延胜打断其他人的行动，因为他发现周围有怪兽，让大家时刻做好战斗准备。曹延胜用膝盖挡住怪兽的攻击，这实力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突然石像鬼朝着曹延胜飞扑过来，曹延胜用手臂弹开利爪，接着一拳将石像鬼轰出个血窟窿，解决掉周围的怪兽。众人开始搭起帐篷原地休息，而为了避免再次被怪兽偷袭，伊丽莎白拿出智能无人机监控周围，辉特克施展出探测魔法，在帐篷周围布置结界，只要有生命体接近结界，他就能感知到危险。忙完一切后开始补充体力，但背包里只有压缩饼干可以充饥，看队友对饼干难以下咽，曹延胜起身去给他们做饭，他抓起旁边死掉的变色龙就要烹饪。身为人类哪吃过这种怪兽？接着曹延胜掏出自己的合金锅，开始无情翻炒变色龙，接着又在火堆上煮起米饭，随后一碗秘制变色龙盖饭就完成了。看着满满的香气四溢，安图尼甚至跪下祈求曹延胜能给他吃一口。吃下一口后，他便开始狼吞虎咽。没想到曹延胜做的实在太好吃了。就在这时，因为安图尼吃了富含强大魔力的料理，体内的魔力已经完全恢复，而曹延胜也是越炒越来劲。接着一碗碗香喷喷的盖饭出锅，一行人有说有笑的吃过晚饭后，倒头就在营帐里打起呼噜，而在外面就剩曹延胜和理查德在放哨。就在这时，曹延胜却发现有些异常，接着他拔出剑，让理查德去把大家都叫起来，因为他感觉到有怪兽朝着营帐过来了。看来这次来的不仅仅是石像鬼，
还有一只更大的怪兽。这种怪兽实力强悍且十分凶残，欧尼斯特教官不认为他们能抵挡这波攻势。而面对怪兽的进攻，曹延胜却没有丝毫胆怯，他瞬间施展出自己的功法混元步，直击众多石像鬼的面门。就在这时，大地突然颤抖起来，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地龙兽冲出地面，怪兽朝着队伍发出愤怒的嘶吼，这居然是只终极怪兽。接着怪兽喷射出毒液，然而这时曹延胜却一跃而起，跳向怪兽口中，拔出月印九霄剑刺向怪兽，一道刚猛的剑气斩在怪兽头顶，无比坚硬的身体居然出现一道剑痕。乘胜追击的曹延胜一连砍出100道剑气，随着最后一道剑气斩出，怪兽的头颅瞬间被切割掉，曹延胜最后留下潇洒的背影。这强悍的实力惊呆了身边的队友。监控室里，欧尼斯特教官彻底被折服了，他马不停蹄地来找董事长黄景龙，询问黄景龙为什么不说出曹延胜是级猎人的事，因为黄景龙想隐藏曹延胜的实力，避免政府挖他的墙角。但欧尼斯特教官却内心有些担忧，一个级猎人怎么会甘心在你手下？对此黄景龙只是微微一笑，让教官把心放在肚子里，因为曹延胜绝对不会离开这里。其实现在的董事长黄景龙却是曹延胜的手下，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罢了。这时战队所在的大楼大厅，众人看着一组成员名单，都在怀疑这个曹延胜到底什么实力，一个武功使用者竟然能进一组。而经过在地下城中的一战，曹延胜彻底成为所有队友膜拜的对象。为了能巴结曹延胜，辉特克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曹延胜，甚至去健身房和他一起锻炼。此刻辉特克提议带曹延胜去市区转转，听到这里曹延胜也没推辞。辉特克开着价值100万的超级轿跑，带着曹延胜去市区兜风，还一直在车里吹嘘自己的人脉很广，希望能多巴结曹延胜。但曹延胜却根本没搭理他。很快他们到达目的地，这是以黑市闻名的阿莱街，在这里能轻易买到不同寻常的东西。而就在曹延胜在逛黑市时，黑暗处出现2个身影，一直盯着他。这些人是来报复曹延胜的，因为曹延胜侮辱了他们的主人狂气与血之战士。在辉特克的带领下，很快他们来到黑市的非法拍卖场，在门口保安的带领下，3人换好衣服走进拍卖场，按着号牌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很快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是一支惠特龙之枪，在普通猎人眼里是宝贝，但在曹延胜眼中只是不入流的东西。很快第2件拍品出现了，曹延胜瞬间相中这把匕首，这雷焰匕首居然拥有2种可使用的技能，有这样一把暗器，必要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他拿出不久前黄景龙给他的卡，这是一张没有额度上限的黑卡，而第一次起价才仅7000美元，其他人根本没看上这把匕首。最后曹延胜以8000美元成交。就在队友都嘲笑他被拍卖会坑了时，一只手掌拍在曹延胜肩膀上，身后出现一个一身黑衣的老者，这人是要找曹延胜算账的。随后浑身魔力暴涌而起，受到惊扰的保安立马冲过来，却被黑衣人一招血之里弹飞出去。而曹延胜却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他们的攻击水平只有 B 级。狂气战士顿时身形膨胀数倍，周围的人群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曹延胜为了不伤及无辜，转身朝着拍卖场外跑去，而在这里却已经被封印，所有人都无法出入。就在曹延胜要出手教训他时，身旁的哥布林掏出魔法棒要替主人交手，可却被曹延胜拦了下来。曹延胜让他保存实力，随后曹延胜对准敌人用出混元指，一束强大的激光射向对方，接着飞速闪现到他身旁，全力一击将狂气战士打飞出去。就在他想反抗时，月印九霄剑已经刺入他的胸膛，眼看自己打不过曹延胜，他施展出从梦魔那里获得的吸星大法，随后整个人变成一团紫雾消散，而身后手下体内的血气被迅速吸走。下一秒，一个半人半鬼的恶魔重新复苏。曹延胜的技能到底有多逆天？面对暴走后的狂气战士也丝毫不惧。狂战士收回自己的全能后，他的实力已经在级猎人之上。他对曹延胜发起猛烈攻击，剑和拳头碰撞在一起，林一使用移花接木技能，成功将对方的攻击如数奉还。一道能量在这时调转方向，竟直接穿透狂战士的身体，在狂战士的胸口炸开，狂战士也随之扑通一声瘫倒在地。而就在这时，曹延胜激怒了圣座狂气与血之战士，指明曹延胜要作为手下参加圣座对战。拍卖场的经理对今天的事情向曹延胜道歉后，他却有些关于武功的事想要问曹延胜，曹延胜也没有拒绝他的要求。随后他被带到一处别墅，曹延胜一眼就看出经理也是一名习武之人，经理一时间被惊得不知道怎么回答。突然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老人问曹延胜是否听说过火山派战队。曹延胜立马想起，火山派是30年前赫赫有名的战队之一，而说话的这个老人就是首领李小元。曹延胜立马坐不住了，李小元可是他一直以来的偶像，火山派的猎人为什么把他叫过来？因为他们想向曹延胜学习武功。火山派战队是由一些处境艰难的猎人组成，他们不断积蓄力量，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家园出人头地。但火山派首领李小元却在入侵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和腿，在那之后他的武功开始不断退步。就在这时，曹延胜突然出现，看到曹延胜是顶级境界的武功使用者，立马派人将他请了过来。而李小元也表示不会白教他们，只要曹延胜答应请求，他们将誓死效忠。可曹延胜却不需要他们的誓死效忠，让他自己稍微考虑再给他们答复。离开火山派的聚集地后，他径直来到黄
黄景龙的办公室，他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黄景龙，将火山派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而黄景龙却觉得，他们既然能提出誓死效忠的条件，那就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随便使唤他们。转眼来到第二天的繁星之赛，不败的修炼化身接受了狂气与血之战士发起的圣座对战。不败的修炼化身提议进行1对1格斗，并且派出手下曹延胜、狂战士向其他圣座公开了这次圣座对决，以血色要塞作为这次对战的彩头。虽然血色要塞里居住的都是半兽人，但这块地价格很高，只有高级以上的圣座才能拥有。曹延胜对此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全部押上。不败的修炼化身将3处领土作为彩头，2位圣座达成一致合约已生效，在圣座对战中败北的一方，其存在的力量将被大幅削弱。可曹延胜没有丝毫担心，这波操作就叫扮猪吃老虎。一道金光将曹延胜传送到擂台上，对手是体型巨大的半兽人阿克拉塔。曹延胜在心里盘算这场对决该怎么打，而在旁边观战的狂战士却内心狂喜。他看曹延胜的样子，等级最多也就300出头，绝对不可能战胜阿克拉塔。圣座对战正式开始，本次对战将持续到一方投降或战死为止。曹延胜和阿克拉塔顿时剑拔弩张，阿克拉塔一个闪身出现在曹延胜身后，挥动手中巨斧，被曹延胜用宝剑格挡下来，又挥动数次巨斧砍向曹延胜，最后都被曹延胜一格挡掉。阿克拉塔发出一声怒吼，使出全力，但全力一击依然被曹延胜轻松躲避。他又朝着曹延胜发出进攻，而在这时，曹延胜使用移花接木，手触碰到巨斧的利刃上，一道金光在阿克拉塔胸口炸开，他的巨斧竟劈在自己身上。阿克拉塔使用了红之再生，伤口很快就恢复了。同时，因为红之再生的效果，阿克拉塔陷入了狂气诅咒，受伤越重就会变得越强大，这种水平应该比 S 级猎人还要高。随后，阿克拉塔爆发一声怒吼，对曹延胜展出6阶魔法红之斩击，而曹延胜使出混元指，轻松就化解了红之斩击。等硝烟散去后，曹延胜完好的出现在阿克拉塔面前，他对着阿克拉塔使出技能吸星大法，开始吸收阿克拉塔的魔力。其他观战的圣座都认为曹延胜的行为太鲁莽了，认为他会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死，但曹延胜拥有技能3花聚顶，纯粹的内功可将狂气与血的魔力吸收殆尽，并且血气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曹延胜的吸星大法到底有多强？一只强壮的半兽人瞬间变得骨瘦如柴，并且还能获得他的技能血之狂化。虽然半兽人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但他却没有投降的意思。而圣座狂气与血之战士为了避免手下惨死，只能选择投降。曹延胜也获得本次对战的彩头血红要塞。在完成第1场圣座对战后，曹延胜在地球圣座排名中排到了127名。就在这时，天秤女神邀请曹延胜去她的领地，熔岩喵却觉得天秤女神脑子不好使，小梦也觉得应该离她远点，可曹延胜却感觉天秤女神可以拉拢，实在不行就先结盟，之后看情况还可以背叛。随后他出现在天秤女神的领地，等曹延胜踏进女神的宫殿，却发现偌大的宫殿却连一个人也没有。随后他打开宫殿深处的大门，里面只有天秤女神一人，两人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几百年。曹延胜这次前来不仅是寒暄，而是希望能和天秤女神联盟，但天秤女神却说现在的他已经垮台。曾经的天秤女神是位于最高级的强大圣座，其他想要预知未来的圣座都会向她献上无数珍宝，但如今的天秤女神却沦落为低级圣座，因为她在圣座对战中一直败北，输掉几次圣座对战后，她的等级下降了很多，如今只能勉强维持存在力。但曹延胜却没在意她现在的能力，依然希望和她联手。曹延胜真诚的态度打动了天秤女神，他决定和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结盟。而曹延胜也从天秤女神口中得知，从地球第一次出现传送门开始，圣座们为了这颗星球纷争不断。地球拥有100亿灵魂，圣座的追随者越多，他们的实力也越强大，但圣座之间很难分出胜负，最终在几位强大的圣座指导下定下规则，若是地球上的圣座之间发生冲突，就会通过圣座对战的方式解决。圣座对战胜场越多，排名也越靠前，获得第1的圣座将会成为地球的主人。但目前第1名的位置还是空缺的，成为第1名的条件所有圣座都不知道。排名第2的圣座是缓慢与沉默的主人，是个十分强大的邪神圣座。讲述完后，天秤女神又赋予了曹延胜他的全能，竟然是预知未来的技能。这项全能可以看到有关未来的片段。完成这一切后，曹延胜返回地球，他直接来到黄景龙的办公室，和黄景龙商量接下来该和哪个圣座对战。就在这时，罗兰斯气冲冲地冲进黄景龙的办公室，对着曹延胜大喊：为什么不接电话？如果不想继续合作就直接调。这时曹延胜递过自己的手机，他只是忘记给手机充电了。罗兰斯也是一阵无语，他急匆匆找曹延胜是要给他安排比赛。他将曹延胜带到一处游艇上，身旁一众保镖都对罗兰斯十分尊敬，谁让罗兰斯是黄景龙的女人了？他每次谈事情都会来安静的地方。罗兰斯直接开门见山，其他选手和粉丝都认为你伪造等级，B 级联赛职业选手召开发布会当面谴责你，并且向你宣战。而面对职业选手的挑衅，曹延胜却一点不介意，他要在比赛那天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选手。隔天，曹延胜参加战前发布会，面对记者各种刁难问题，曹延胜态度十分强硬，众多记者被对得哑口无言。一旁的马西米利安看不惯嚣张的曹延胜，还在对曹延胜一直言语挑衅。曹延胜摆出一副要打就打的姿态，
现在要是不动手，就把嘴闭上。说着，他直接站起身子，顿时吓得马西米利安冷汗直流。随后，曹延胜在记者面前开始嘲讽对手，并且通过媒体告诉所有人，如果有人怀疑他的实力或者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来找他挑战。结束发言后，曹延胜来到伊卡鲁斯战队训练场，队友对他的发言都十分欣赏。安图尼甘愿当曹延胜的战前陪练，但曹延胜却打算独自修炼。只见他走上擂台，直接闭上双眼，开始想象出自己的训练对手。下一秒，一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怪兽突然出现在擂台上。曹延胜和怪兽大战了300回合，不知不觉便过了一整天。最后他只能意犹未尽的停止训练，因为比赛时间已经到了。曹延胜在灯光的簇拥下走进赛场，可观众席上都是对曹延胜的谩骂，谴责他是个造假等级的大骗子。曹延胜被无数谩骂声彻底激怒了，他立下誓言，从今天这场比赛开始，属于他的武功复兴之路将正式开启。在提示音的指导下，曹延胜进入场地。本次的竞技场是一片虚拟搭建的废墟，而对手是 B 级的新星马西米利安。随着最后一声倒计时结束，比赛正式开始。曹延胜率先冲向对手，而马西米利安立刻使用飞行魔法拉开距离。他不仅躲避开曹延胜的攻击，还在拉开距离后躲进废墟中。这时马西米利安在暗处射出魔法剑，无数箭矢向曹延胜爆射而去，但曹延胜使用技能移花接木，将飞来的箭矢全部给反弹回去。然而在暗处的马西米利安还在持续输出，这让曹延胜快速锁定了他的位置，然后飞速朝马西米利安而去，射来的箭矢也被他尽数弹开了。很快他便出现在马西米利安面前，并且让对方还有什么手段都尽管使出来。只见马西米利安突然高举魔法弓，蠢货，总算让我逮到机会了。下一秒，天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魔法阵，亿万支箭矢顿时犹如暴雨般袭向曹延胜，可曹延胜却丝毫不慌，在箭矢雨中打起了太极，所有的箭矢都被他尽数抵挡了下来。然而将一切看在眼里的马西米利安，如今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他万万没想到曹延胜竟然如此强大，耗尽魔力的马西米利安连站都站不稳。好在他运气不错，提示音传来，第1回合比赛结束，马西米利安最终逃过一劫。他立马来到一旁恢复魔力，身边的教练让他下场比赛不要着急进攻，先拉开距离恢复魔力。很快第2回合的比赛正式开启，马西米利安按照教练所说拔腿就跑，曹延胜也看出了他的意图，一个箭步就直接追了上去。马西米利安大惊，他没想到曹延胜的速度居然这么快，随即他转身便打算攻击，可他还没出手，曹延胜已经一记混元脚踢在了他的面门上。就这样，曹延胜一脚定乾坤将对手击败，就连场外解说也没想到就这样结束了。比赛胜利后，曹延胜出来接受采访，面对记者询问这次比赛有什么感想时，曹延胜却表示对手太弱了，没什么感受。他这嚣张的发言却让原本的小黑子都变成了铁粉。与此同时，因为获得了声望，他的力量也因此得到了提升。突然他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刺痛，是女神赋予他的技能居然启动了。下一秒，曹延胜在脑海中看见 L 城陷入一片火海，人群被怪兽追赶的四处逃窜，看来不久后 L 城将会有大事发生。完成比赛后，曹延胜走出赛场，就在将要离开时，却被2道身影拦住了去路。只见2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请求曹延胜教他们武功。曹延胜一眼就认出了这几人是火山派的弟子，因为他们觉得火山派教的武功太过保守，在那里根本学不到武功的精髓，他们想找到更强大的武功使用者。曹延胜对此也是有了自己的小算盘，随即他表示火山派想跟他学习武功，就先要成为圣座不败的修炼化身的信徒。几人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曹延胜的信徒数量也随之激增。完成这一切后，曹延胜来到血红要塞。自从获得血色要塞后，他还是第一次来，因为最近太忙，他将这里交给欧达伊坤管理，但这些半兽人脑子不太好使，根本听不懂欧达伊坤讲的简单魔法。曹延胜对此有了自己的想法，既然不擅长学习魔法，那就教他们武功好了。随后在曹延胜的耐心传授下，这些半兽人的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原本混乱的血色要塞也恢复了正常秩序。看着空空荡荡的血色要塞，便想着从其他圣座手里买一栋建筑物来给血色要塞上的半兽人训练，但这些建筑物都要几万灵魂石，可他的全部家当也只有1800灵魂石，这让曹延胜十分头疼。好在这时出现一位神秘圣祖，他表示在他这里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随后他掏出各种建筑随机盲盒，并且以名誉起誓他绝对是良心商家，还说如果一次买2个盲盒还能便宜。曹延胜想着本来也买不起其他建筑物，还不如赌一下试试，于是他直接选择购买2个盲盒。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血色要塞，开启了第一个建筑盲盒。只见一道金光在地面上炸开，然而开出的却是一座陈旧的战士神殿，并且期限只有30天。接着他随手开启第2个盲盒，这次的金光更加耀眼，居然是一座辉煌的妖精神殿，并且搭建完成后还能学习技能妖精的辉煌之功。半分钟后，一座辉煌的宫殿建成。这时熔岩喵却说这个宫殿有点问题，因为这是圣座妖精的宫殿，他害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但曹延胜却觉得这是自己开出来，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解决完领地的事情后，曹延胜再次回到地球，他直接来到黄景龙的办公室，将他看到的未来的景象告诉黄景龙。他要求黄景龙提供一些援助给 L 城，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但黄景龙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因为 L 城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能做的只有通知 L 城的负责人一声。眼看指望不上黄景龙的帮忙，曹延胜打算自己去阻止 L 城的灾难。很快他便来到了管理 L 城
城的大型战队黑色卡特斯。曹延胜对着门口的猎人说要见他们的队长，但门口的猎人却十分傲慢，根本没把曹延胜放在眼里。等曹延胜报出自己的大名时，门口的猎人瞬间换了一种态度，还称赞曹延胜在终极猎人锦标赛上的表现。在得到队长的同意后，他带着曹延胜进入大楼。曹延胜没想到卡斯特的队长居是一个性格刚烈的女。洛克山让曹延胜不要兜圈子，直接说是。曹延胜说 L 城有未清除干净的地下城，并表示本次前来是为了帮助他们。此话一出，洛克山顿时火冒三丈，他十分肯定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不可能还有怪兽。于是曹延胜将自己拥有预知未来的魔法告诉了他，还表示不会插手 L 城的战斗，只会在局面控制不住的时候才会出手。洛克山选择相信曹延胜一次。很快，队员们就在一处废弃建筑里发现了一个地下城，并且时间只剩下6个小时。众人望着嗡嗡作响的传送口，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卡特斯的猎人们开始迅速疏散周围的人群，可很多人却不愿离开，而是留在附近看热闹，根本没有意识到此次的地下城有多危险。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开始剧烈震颤起来，一只巨型蜥蜴陡然从地面破土而出，城市中也窜出无数藤蔓，将地下城附近的一大片区域全部笼罩其中。现在连外部支援也无法进来了。洛克山已经带领众猎人做好战斗准备，战斗一触即发，猎人们使出全力阻挡怪兽，但虫洞里的怪兽还是源源不断的冲出。洛克山也只能亲自上阵，他挥舞出自己的火焰鞭，一招就斩杀了2只 C 级怪兽。被激怒的怪兽再次发起猛攻，曹延胜也不得不出手保护人群，但他发现这些怪兽似乎是被操控，他推测背后肯定有更强大的怪兽，于是他顺着藤蔓的方向一路披荆斩棘来到了传送口附近，果然看见了一只蜥蜴巫师，他几个闪身就来到了蜥蜴巫师面前，随着一道剑光闪过，蜥蜴巫师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失去控制后的怪兽们实力大减，洛克山迅速指挥猎人们对怪兽发起猛攻。游戏结束了，去死吧！随着一道火柱冲天而起，最后一只怪兽也被带走，包围城市的藤蔓也亦随之消散。因为曹延胜的介入，此次事故没有出现一人伤亡，他也因此成为了 L 城的大英雄。面对记者的采访，曹延胜却不想回答他们太多，他用手指点在记者的咽喉穴位上，记者突然就讲不出话了，随后他便转身就离开了现场。他可不想当什么大英雄，成为英雄后，只要做错一件事情，立刻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然而洛克山却很欣赏曹延胜的行为，打算接下来要和曹延胜搞好关系。于是为了表达感谢，他将这次地下城的战利品全部给曹延胜，足足有上百亿奖金。可曹延胜满不在乎，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提升等级。忙完这一切后，他来到伊卡鲁斯战队训练场，但这次他还带着火山派的弟子，其中还有一个可爱少女阿伊丽丝，她是李小媛的女儿。随后曹延胜带着一众弟子开始训练，因为大家都是武功使用者，所以就从最原始的肌肉力量开始训练。在曹延胜魔鬼训练下，众人快速成长，他的存在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在完成基础训练后，曹延胜将众人带到内部世界中，他选择了最适合武功使用者修炼的沼泽地形，众人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沼泽中还有一个木偶人，看似一脸人畜无害的木偶人，进攻却极其迅猛，一时间弟子们被打得嗷嗷乱叫。曹延胜表示，只有击败木偶人后才能进行下一个环节的训练。回到休息室的曹延胜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打算教战队里的其他队友学习武功，但为了不让曹延胜白传授武功，伊丽莎白表示她也可以教曹延胜魔法。曹延胜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他的确想学一门治愈魔法，但眼前的安图尼和伊丽莎白都是进攻型选手，对治愈系魔法根本一窍不通。他突然想到天秤女神或许有治愈技能，曹延胜来找天秤女神帮忙。天秤女神十分开心，直接赋予了曹延胜一个5阶治疗技能，但5阶治疗魔法属于 A 类级别，曹延胜暂时还很难直接使用。很快又到了伊卡鲁斯战队训练日，一座高塔出现在内部世界中，随着层数增加，塔内怪兽的等级也会不断提升。而众人接下来训练目标是在1个月内攻略无尽之塔，冲击层数最高的将会是最终获胜者。众人纠结要不要组队，因为组队进入难度会直线提升，但一个人也很难攻略。伊丽莎白提议一起组队，因为他们的配合已经十分默契。曹延胜也赞成这个提议。这时曹延胜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于是便好奇地探查了一下她的资质，但因为伊蕾雅是某位圣座的手下，所以曹延胜无法分析出她的资质，但还是能看到她拥有的技能。伊丽莎白也注意到那个女孩，从装扮一眼就看出她是高校联盟的学生，那是一个专门培训年轻觉醒者的私立学院。安图尼便是出身于高校联盟。与此同时，伊蕾雅也发现了他们，他直接朝曹延胜一行人走来。曹延胜邀请伊蕾雅加入他们的队伍，伊蕾雅十分爽快便答应了。司姆伍德也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很快曹延胜的队伍已经有不少人了，但为了保险起见，曹延胜把欧达伊坤也叫了过来，因为队伍中缺少一位治愈魔法师，他打算让欧达伊坤来担任队伍的辅助。队伍集结完毕，随着一阵光芒闪动，众人进入了无尽之塔。无尽之塔的怪兽到底有多凶残？第一层就出现了上百只的骷髅怪兽，曹延胜率先冲出，一剑解决了数只骷髅怪，其他队友也都十分卖力，不一会就将所有的骷髅怪消灭殆尽。众人没想到第一层如此轻松就拿下了，
接着众人来到第二层，第二层是野猪怪，数十头野猪怪气势汹汹地朝着众人袭来。欧达伊坤施展出魔法骗术幻影，这是一种可以摄取怪兽心魂的魔法。一只红色恶魔陡然出现在前方，所有野猪怪顿时吓得匍匐在地，瑟瑟发抖。机会来了！只见一阵剑光闪过，所有的野猪怪就全被消灭了。但紧接着居然出现了几只 B 级的巨型野猪，可他们却绕开了曹延胜攻向后方的几人。队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乱阵脚，只能奋力抵挡着野猪的进攻。在如此近的距离下，根本没有时间施展魔法。于是伊丽莎白使出曹延胜教她的武功剑法，然后衔接上魔法，轻松就解决了一只巨型野猪。众人没想到武功居然这么好用，片刻功夫就将第二层的怪兽全部解决了。就这样，众人轻松拿下第三层的蓝色蜥蜴人。可第四层的怪兽却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居然是一只 B 级的冰飞龙。冰飞龙朝着众人喷射出冰冻激光，没有防备的队友瞬间被激光淹没，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受伤。原来是欧达伊坤释放了防御魔法。反应过来的众人开始对冰飞龙发起反击，在曹延胜的带领下，冰飞龙也很快被斩杀。众人继续朝着第五层而去，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1级的暴桑女妖。因为是幽灵类怪兽，所以大多数攻击都对它无效。可曹延胜却很兴奋，好久都没遇到过这种级别的怪兽，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女妖张口发出一阵音波魔法，刺耳的音浪席卷整个空间，除了曹延胜和欧达伊坤，所有人都倒在地上头痛欲裂。曹延胜立刻让欧达伊坤去治疗队友，他则冲上去为众人争取时间。可以他现在被限制的力量还无法对女妖造成太大的伤害，于是他让欧达伊坤为自己施加强化魔法，他需要一击秒杀暴桑女妖的力量。在欧达伊坤的魔法增幅下，曹延胜顿时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再次一跃而起冲向女妖，一剑便将女妖拦腰斩断。随后轰的一声的巨响，无尽之塔也成功被攻略。教官说出无尽之塔的训练目的，通关的队员将进入战队一组去恩城支援。因为恩城出现了新的地下城，那边负责攻略地下城的战队失败了，所以现在轮到他们伊卡鲁斯战队出马了。在教官的带领下，曹延胜一行人来到恩城的地下城传送口处。曹延胜预知未来的技能突然再次启动，在残破的碎片里，他看到某个战队里出现了叛徒，是一个和邪恶圣座签订了协议的猎人。熔岩喵提醒曹延胜进去后一定要小心，可曹延胜却没有丝毫畏惧，因为只要进入地下城后，再强的圣座也只能在外面观战，不能帮助自己的手下，更何况曹延胜自己就是圣座。很快伊卡鲁斯战队一行人便进入了地下城，可刚进入地下城，他们就遇到了混乱风暴。混乱风暴将进入地下城的所有人都拆散开，曹延胜被卷到一处丛林中，不远处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猎人。从阿雷奈斯口中得知，他在寻找队友的途中遭到了怪兽袭击，不仅丢失了武器，就连一条腿也因此骨折。随即曹延胜用天秤女神教他的治愈魔法治好了阿雷奈斯的腿，阿雷奈斯也被曹延胜的善良彻底征服，并表示要跟曹延胜一起，他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与此同时，曹延胜从欧达伊坤口中得知，伊卡鲁斯的队友已经被他全部聚齐了，因为欧达伊坤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魔法印记。就在曹延胜准备去和队友会合时，一只双头犬突然出现在两人身后，这是凶名赫赫的地狱双头犬，可被这个男人随手一刀就砍掉了2个脑袋，这操作直接把一旁的小老弟给惊呆了。随后曹延胜取出双头犬的兽核，然后切下一条肉最多的大腿收进空间口袋里。突然他听到远处有动静，然后带着阿雷奈斯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这里聚集了很多战队的猎人。众人看到曹延胜和阿雷奈斯到来，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们没想到阿雷奈斯居然还活着。阿雷奈斯告诉众人，是曹延胜救了他，并且还治好了他身上的伤。这时曹延胜注意到前方的一只巨型沙漏，从沙漏中他感受到召唤魔法，最终召唤出来的应该就是终极怪兽，难怪这里会聚集了那么多人。随即他用圣座之眼扫描了一遍在场的猎人，和邪神圣座签订了契约的叛徒很可能也在这里，但就连圣座之眼也找不出那个叛徒。这时一个穿着黑披风的男人从曹延胜身后走过，他就是与邪神圣座手持禁毒短剑的叛徒签订契约的猎人朱利斯。朱利斯打算等到终极怪兽出现后趁机多杀几个猎人，好在主人面前表现一番。但他看新来的曹延胜总是有种内心不安的感觉，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他有圣座送他的短剑。派尔兹战队的队长伊吉多尔邀请曹延胜和他们一起行动，曹延胜没有拒绝他的好意。伊吉多尔递给曹延胜一块干粮，其他猎人也为接下来的战斗补充体能。可曹延胜觉得相遇就是缘分，便想着让大家饱餐一顿，于是他从背包里掏出双头犬的兽腿，又想起路过这里时附近有很多红绝龟，随即开始去寻找其他食材。等他回来时，手里捧着满满一堆龟蛋和兽腿，此刻食材已经全部准备完毕。曹延胜开始飞速处理兽腿，又掏出老八秘制小调料，再用纯粹的3味真火开始烧烤，熊熊大火将瘦肉烤得滋滋冒油。最后一份加蛋照烧兽腿饭出锅，曹延胜将第一份递给阿雷纳斯，但他很怀疑这东西真的能吃吗？等他将第一块腿肉送进口中后，整个人开始变得飘飘欲仙，并且魔力也开始迅速恢复，还祈求曹延胜再为他做一份。所有在场的猎人都品尝到曹延胜的美食。在这之后，安比图斯战队的队长向曹延胜伸出橄榄枝，还说派尔兹战队缺少治愈魔法师。顿时2个战队因为争抢曹延胜开始
始剑拔弩张。就在这时，沙漏的最后一滴沙子流尽，巨型沙漏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下一秒，一个高大的骑士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极具压迫感的骑士让众人喘不过气来。他居然是圣座败北与懒惰之女神的手下。这时，骑士开口说话：“谁想第一个接受我的考验？”众人已经吓得不敢发出声音。这时，雷鹰队长率先带领手下对骑士发起攻击，但所有攻击还没碰到骑士，就已经全部爆碎。骑士转头看向对他发起攻击的雷尔队长，他选中雷尔作为第一个考验对象，接着用剑指向雷尔，一道剑气向着雷尔飘散过去。下一秒，雷尔就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骑士继续挑选下一个接受考验者，看着接二连三倒地的猎人，曹延胜主动选站出来接受他的考验。随即，他大步走到骑士面前，骑士拿起巨剑对准曹延胜，又是一道剑光从巨剑上飘散而出。曹延胜只感觉被无数条铁链束缚住，接着他被铁链拖进懒惰地狱，各种放弃的诱惑充满他的脑海，但他可是不败的修炼化身，这完全违背了他的存在。不断变强的意志支持着他，瞬间就将束缚他的铁链全部撑碎。他也因此通过了骑士的考验，并且骑士会带他去见圣座败北与懒惰之女神。突然，一道剑光冲天而起，提示音响起，地下城即将消失。但曹延胜却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敏锐的感知让他发现远处有大量的怪兽袭来。很快，其他猎人也都发现了情况不对，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吓得惊慌失措。骑士也在这时露出了真正的嘴脸，他不由面色凝重。虽然这些怪兽对他构不成威胁，但他不知道能否保护这里的所有人。此时在场的猎人还不知道有危险正在逼近他们，还在等待着传送门开启。随着在外围侦察的无人机被破坏，众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不是普通的地下城。曹延胜深吸一口气，使用内功大喊道：“大家全都聚集到一处！”随后他只身一人冲了出去。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将怪兽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他在怪兽群中辗转腾挪，不一会就聚集了上百只怪兽。其他猎人也趁机使用广域魔法对怪兽们进行轰炸。就在这时，一只更加强大的怪兽亚克斯出现在兽群后方。亚克斯朝着曹延胜一拳轰下，随着轰的一声，地面顿时爆炸开来。等烟尘散去后，亚克斯却没有发现曹延胜的身影。还不等他反应过来，一道剑光已经从他身上划过。其他猎人也抓住时机对亚克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不禁在心中赞叹，没想到武功使用者竟然这么厉害。同时庆幸还好有曹延胜吸引怪兽的注意，他们才能安全的进行攻击。但亚克斯也被彻底激怒了，他怒吼着冲向曹延胜。曹延胜看准时机，转身一剑刺出，只见一道红光瞬间贯穿亚克斯的身体，接着便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随着怪兽全部被消灭，身后顿时传来了猎人们的欢呼声。他们兴奋地跑到曹延胜身边，没想到你这个武功使用者那么厉害，你真的太棒了。而混在人群中的朱莉斯此时却悄悄掏出了身后的匕首，我得在地下城消失之前多杀几个人才行，否则主人会生气的。我得先解决那个最危险的家伙。随后当所有人都放松警惕时，他偷偷摸摸来到曹延胜身后，然后手起刀落，只听见噗呲一声，鲜血顿时溅射而出。朱莉斯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可等他反应过来才发现匕首刺中的地方居然是自己的手臂。曹延胜眼神冰冷，你想干什么？朱莉斯连忙抽回手臂，脸上掀起一抹邪笑，你可真是个愚蠢的猎人，这一切还没结束呢。说完他立刻朝着周围大喊道，曹延胜这家伙攻击了我。可根本没人相信他的话，因为曹延胜不仅让他们饱餐了一顿，还在兽群来袭时帮助了他们。大家都认为是朱莉斯想陷害曹延胜，他们早就发现这家伙有点不对劲了。于是朱莉斯破罐子破摔，也不打算继续隐藏下去。你们这群该死的混蛋！蔓延的剧毒之物喝声落下，他身上顿时爆发出刺眼的绿光。一名 B 级猎人走出人群，朱莉斯那家伙只是 C 级，就让我来对付他吧。曹延胜提醒他不要轻敌，他或许已经和邪神圣座签订了契约，可已经来不及了。一条绿色毒蛇突然窜出，这名猎人的防御道具瞬间破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这时曹延胜也已经来到了朱莉斯身边，朱莉斯急忙召唤出数把诅咒短剑朝曹延胜射去。曹延胜手中的映月九霄剑发出一阵嗡鸣，此刻他突然心有所悟，将移花接木、天舞之体和炉火纯青融会贯通，创造出了一套流水剑法。随即曹延胜使出流水剑法，瞬间就将袭来的短剑全部击飞了。接着他一个闪身来到朱莉斯面前，抬手就是一记混元掌，但因为他有圣座魔力的保护，所以朱莉斯并没有立刻死掉。朱莉斯知道自己逃不掉了，便打算拉几个垫背的转换生命力的毒云。说着他高举匕首，一团毒云迅速在他头顶凝聚。就在这时，后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主人，我来了，接下来的事都交给我吧。说着他单手一抬，伟大的解毒之雨，一个绿色光阵陡然出现在毒云上方。随着光雨落下，毒云也很快被净化消散。朱莉斯绝望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失去了生机。提示音随之响起，返回的传送门也出现在空地上。可曹延胜眼前却突然出现一个提示，通过了圣地考验的您将获得地下城奖励，作为奖励，您将成为败北与懒惰之女神的继承人，继承相应圣座的力量。紧接着，一道刺眼的金光突然在曹延胜面前炸开，一个长发飘飘的女人出现在曹延胜眼前。时隔许久，你可算是醒了，我的继承人。懒惰女神正要教他当圣座的手下应该注意的事项时，曹延胜却表示他也是圣座，这让懒惰女神十分无语。曹延胜好奇，难道圣座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继承人的吗？懒惰女神表示并非如此，她
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他曾在深渊中拥有一个屈指可数的强大王国，虽然他本性懒惰，一心求败，但他在战场中却百战不殆，因此他的事情也越来越多。长久的胜利与权势令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最终厌倦了一切的他选择将自己封印起来。知道了自己的继承人也是圣子，他便不需要再过多解释，反正他的全能已经给曹延胜了，就让他自己看着办。可曹延胜疑惑为什么继承了懒惰女神的力量，存在力却几乎没有提升。懒惰女神解释，他的存在力早就降到最低了，自然不会有多少提升。曹延胜十分无语，那继承他有个锤子用啊。懒惰女神却表示，全能才是最重要的，存在力这种东西只要自己提升就行了。可曹延胜是不败的修炼化身，败北和懒惰的全能似乎不太适合他。懒惰女神伸手指着曹延胜，肤浅了呀，年轻的圣座，胜利和败北就像是硬币的两面，修炼和懒惰也是如此。比如你为了欺骗某人而故意输给他，这算是赢了还是输了？比如你为了变强而稍作休息，这算是修炼还是偷懒？对于你这种年轻的圣座来说，确实应该配合自己的属性进行修炼，但等你完全了解自己的全能后，你的属性就会和你这个人本身融为一体。有很多圣座急于提升自己的存在力而不断发动战争，可实际上领悟自身力量的属性才是最重要的。原来如此，曹延胜恍然大悟，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已获得对圣座属性的领悟力，您存在的力量已提升，您已领悟技能大道无门，您将不受圣座属性的束缚。随后他便返回了地球，与懒惰女神的见面令他感悟良多，是因为我接触的领域比较广泛，所以领悟了本质吗？以前的我一心都扑在武功上，但现在在料理、魔法等各种领域我都在尝试。所谓修炼并不是一个狭义的范畴，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所有事都有可能成为某种修炼。我的思维应该再开阔一些，我还能变得更强。从地下城出来后，曹延胜又见了熔岩喵和小梦，他让他们去打听圣座手持短剑的叛徒的情报。两人表示他不是什么强大的圣座，圣座对战的排名和曹延胜差不多，但他诡计多端，很有可能会派手下来偷袭曹延胜。另外，不败的修炼化身和曹延胜这两个名字在繁星之赛中被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像上次与狂气与血之战士对战，还有这次的地下城，其他圣座只会越来越关注曹延胜。曹延胜认真道，看来以后我得小心点了。之后伊丽莎白几人带曹延胜来到了恩城最有名的餐厅猎人乔治，这是一家用怪兽肉做食材的餐厅。几人刚进来就看见一个客人正在挑剔菜品，正是先前一起攻略地下城的修拉伊伯战队的莱恩。莱恩表示他想让餐厅给他做之前曹延胜做的那道怪兽料理，可不管他们怎么做都做不出那个味道。餐厅的主厨乔治一听这话瞬间起了兴趣，于是他便拜托曹延胜将他做的那道料理交给他。曹延胜也不藏私，在几位大厨面前展示了制作的全过程。见识过曹延胜的烹饪技能后，几个大厨都对其肃然起敬，他的存在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他的猜想也被证实了，修炼不单单局限于武功。之后黄景龙把曹延胜叫了过来，表示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他介绍了景龙道具的总经理阮宝给他认识，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做与怪兽合相关的能源项目，还有用合作魔法道具的。而在这个领域中，做的最好的公司就是景龙集团的子公司景龙道具。叫曹延胜过来的目的，一是互相认识一下，二是魔法道具开发这块需要猎人进行测试，所以你去了解一下公司，也跟阮宝走得近一点，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看着离开的两人，黄景龙嘿嘿一笑，这就对了，得让他提前熟悉一下情况，以后我才好让他替我做这个董事长，好好使唤他。黄景龙把曹延胜叫了过来，让他和景龙道具的总经理阮宝认识一下。阮宝表示此次其实是想请曹延胜帮忙营救一位研究员。罗纳德·托顿最近成功研究出了富有3阶魔法的人工魔法道具，是当下最优秀的研究员。景龙公司本打算和他签约了，但他却突然失联了，应该是被其他公司或战队掳走了。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帕布公司，那是帕克家族旗下一家相当有实力的公司。曹延胜轻松淡然道，那我直接去把他带回来就行了吧，听上去没什么难度啊，我这就去。他本打算一个人去的，但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那几个火山派的手下通过了他的训练。曹延胜灵机一动，正好让他们进行一下实战训练。当天晚上，曹延胜便带着火山派一行人来到了帕布公司的研究园区。他告诉众人，此次的训练是潜入进去，把一个叫托顿的人带出来，但不能全员参与行动。你们谁对自己的速度有信心，同时对自己的隐藏能力也有信心的人举手。阿伊丽丝和小帅怯怯地举起手，随后曹延胜便带着两人朝围墙冲了过去。就在这时，园区内突然响起警报声，听声音是从曹延胜他们对面传来的。曹延胜用精神力探查了一下里面的情报，原来是圣座歪曲的幻觉达人的手下袭击了园区。曹延胜回想了一下，那个不就是占领了 X 国的邪神圣座吗？他的排名应该在前20，而曹延胜现在才127名，估计不太好对付。于是他打算先向懒惰女神打探一下情报。懒惰女神表示，在他退隐江湖之前，幻觉达人不是奉承这个圣座，就是讨好那个圣子，是个非常势利眼的家伙。而他曾经更是当过缓慢与沉默的主人的手下。缓慢与沉默的主人是地球圣座排名第2的强大圣女，入侵战争时以强大的实力直接占领了 Z 国北部。想来这个幻觉达人也不会很好对付。了解了相关情报后，曹延胜决定先趁机带走罗纳德。曹延胜抬头看了一眼，按照阮宝给他的资料，罗纳德应该是被关在那栋最高的建筑里面。于是他一手抱着一人，接着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向那栋建筑。曹延胜
踩着墙面一路狂奔而上。阿伊丽丝两人心中震惊不已，这才是真正的轻功。很快，曹延胜便在一处玻璃前停了下来，随后他单手凝聚内功一划，面前的钢化玻璃就哐当一声爆开了，里面一个男子正被捆绑在椅子上。经过询问，正是他们要找的罗纳德·托顿。曹延胜正准备带他离开，罗纳德却表示他的朋友被关在隔壁，能顺便救一下他吗？曹延胜也不废话，直接一剑将墙壁斩碎。果然有一人被关在隔壁。曹延胜看他不像是本国人，便用圣座之眼扫描了一下他的资料，没想到这人竟然是一名猎人。随即曹延胜一剑抵在他的脖子上，我知道你是猎人，限你3秒内说出自己的真正目的。中分急忙和盘托出，他来这里的目的也是为了带走罗纳德。曹延胜收起长剑，他可懒得管这些企业之间的事，具体情况还是出去之后再说吧。就在这时，大楼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一个光点出现在园区的天空上，是幻觉达人的手下闪烁的幻觉之证八面体。八面体一来就锁定了大楼里的曹延胜，接着便二话不说直奔曹延胜射来。曹延胜丝毫不慌，抬手一剑就迎了上去，八面体瞬间被震得倒飞出去，大楼也因为强烈的冲击即将倒塌。曹延胜立刻带着众人跳下大楼，但这样一来也被帕布公司的守卫给发现了。阿伊丽丝紧张地做好战斗准备，最终还是免不了实战嘛。曹延胜抬手阻止了阿伊丽丝，一脸平静道：因为圣座的手下突然来犯，我们是来帮你们的。虽然他们不太相信曹延胜的话，但解决眼前的邪神圣座手下才是当务之急。而八面体也并没有肆意破坏，而是只对曹延胜一人发动攻击。熔岩喵猜测可能是因为曹延胜这个名字最近在圣座之间的热度太高了，圣座们都对他十分好奇。果不其然，很快圣座通过八面体向曹延胜发出信息，想见识一下他的实力。如果曹延胜的实力足够的话，他可以将最后一个手下之位给他。一人一八面体很快又交手在一起，一次次猛烈的撞击在园区内炸响。随着战斗进行，八面体的顶部居然出现了道道裂痕，随即他猛地将曹延胜震退开去，然后释放出无数条锁链缠绕向周围的守卫。这些守卫顿时失去意识，围攻向曹延胜。这是幻觉达人的全能，能让人暂时出现背叛。曹延胜见状，连忙让阿伊丽丝去把火山派的其他人叫进来。眼看一名失控的守卫手持武器扑过来，曹延胜一指点在他的喉咙上，这名守卫瞬间就丧失了行动能力。紧接着他化作一道残影冲入人群中，将其余失控的守卫也全部控制下来。火山派几名见状一脸的崇拜，好厉害！究竟要修炼多久才能达到这种水平？八面体也不禁发出赞叹，你或许真的有资格成为主人的手下。曹延胜气得面部青筋一阵跳动，我之后一定会向他的主人发起圣座对战，将他狠狠踩在脚下。随即他开始凝结剑气，准备给这八面体致命一击。随着剑气凝结完毕，曹延胜一剑挥出，一道锋锐的剑气带着劈斩一切的气势朝八面体而去。感受到剑气中蕴含的恐怖力量，八面体也展开防御魔法抵挡攻击。随着烟尘散去，八面体竟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众人视野中。八面体表示曹延胜的这一击还挺像样的，他便将主人的全能赤色幻影作为礼物送给了曹延胜。曹延胜有点懵，不过并没有拒绝这白来的好处，那就先告辞了。说着八面体便消失而去。曹延胜十分无语，这家伙到底想干嘛？躲在不远处的一群小卡拉米一脸懵逼，我们好不容易召唤来的圣座手下就这么走了，这叫什么事啊？不过他们并不死心，手持武器就冲出来准备拼命。曹延胜走到队伍最前方，大家在我身后保持好队形。提示音也在此时响起，引领必灭者投入实战，你已领悟新的全能，生成技能6合剑阵。随后曹延胜带领火山派的手下冲出营敌，不一会儿这些小卡拉就全部被解决了。而在曹延胜的帮助下，此次帕布公司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负责人对此十分感谢曹延胜。很快理查德也赶了过来，曹延胜单独把他叫过来，告诉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理查德表示这次的事情其实是帕克集团的董事长，他的父亲艾利克斯·帕克安排给他的任务。艾利克斯对他这个没有做出任何成绩的儿子很不满意，要求他回归家族，已经给他安排好位置了，但他并不想受到家族的约束，他想成为一名强大的猎人。曹延胜奉劝他，要是不靠自己的能力站稳脚跟，那你就无法真正变得强大。如果你跟家里断绝往来，好好在战队里待着，锦龙哥会帮你的。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你好好想想吧，我们就先回去了。听了曹延胜一番话，理查德更加心烦意乱，我到底该怎么做呀？第二天一早，曹延胜便带着罗纳德来到了锦龙道具公司，阮宝邀请他借这个机会参观一下公司。曹延胜没有拒绝，他也很好奇魔法道具到底是如何制作。作为铁匠圣座的熔岩喵更是好奇心满满。进入车间，只见一台机器正在制作一件魔法道具。曹延胜略感惊讶，他还以为是铁匠一下一下捶打出来的呢。但熔岩喵却十分生气，他们根本不配被称为铁匠，真正的铁匠应该坐在炽热的烈火前打铁，可这帮人类竟然让机器来代替，连铁匠最基本的资格都不具备。说着他眼中燃起熊熊烈火，给这群家伙展示一下吧，我会帮你的。曹延胜也想趁机体验一把做魔法道具的感觉，随即他看向一旁的阮宝，能让我试试吗？周围的科研人员满脸鄙夷，他以为制作魔法道具很容易吗？仗着自己是猎人就在这里大放厥词。曹延胜径直来到制作台旁，将内功凝聚在拳头上，朝着台上的青铁石就是一顿狂轰乱砸，震耳的碰撞声在整个车间回荡。后面的科研人员已经震惊得合不拢嘴了，我的天啊，他竟然用武功打磨青铁石！熔岩喵也不禁感叹武功还挺有用的。随即他让曹延胜用这种方式连续
续打上数百次，蕴含着内功的拳头比任何加工设备都更强有力。金属块在曹延胜手中就像橡皮泥一样被各种蹂躏，不一会儿，一柄精致的短剑便出现在制作台上。接下来便是赋予相应的属性，由于轻铁石是冰属性，曹延胜便给短剑注入了冷气武功。制作完成，曹延胜用圣作之眼探查了一下双动蓝光短剑，可使用技能冷气暴风的庇佑。阮宝仔细打量了一下这柄短剑，真是一件出色的作品。就在这时，黄景龙的电话打了过来，他告诉曹延胜，帕克集团的董事长给他发来邀请，提醒他要小心这个人。这老家伙极其阴险狡诈，满肚子都是坏水。曹延胜却不以为意，万一谈不拢，直接砸场子不就行了？这完全在黄景龙的预料之中，所以说我绝对不会让你单独前去的。第二天傍晚，曹延胜换了一身帅气的西装，门口迎接他的是黄景龙的女儿阿依内。阿依内告诉曹延胜，艾利克斯邀请他，应该是想确认一下他的实力。像他这样的有钱人，若是有什么好奇的，就一定要打探清楚才肯罢休。不过有我在，你不用太担心，我会为你介绍那些人，并教你如何跟他们相处。曹延胜应邀赴约了艾利克斯的邀请，在管家的带领下，两人很快便来到了艾利克斯的办公室。此时办公室内有一人正在和奥利克斯交谈。曹延胜用圣作之眼扫描了一下艾利克斯，没想到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他，身上竟然散发着十分强大的魔力，看来他一定持有不少魔法道具。片刻后，胖子起身准备离开，曹延胜也顺便扫描了一眼胖子，没想到他竟然同时和两位邪神圣作签订了契约，手持禁毒短剑的叛徒和契约与秩序之恶魔。艾利克斯表示，今天叫曹延胜过来，是为了感谢他上次阻止了邪神圣作袭击他的研究园区，随后让手下拿来了一柄魔法武器倚天剑，虽然比不上月印九霄剑，但也算是顶级道具了。艾利克斯表示这是他送给曹延胜的谢礼。阿依内在一旁紧张不已，绝对不能收，一旦收下这柄剑，曹延胜就会任艾利克斯摆布。可出乎他预料的是，曹延胜竟然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眼见曹延胜收下礼物，艾利克斯脸上掀起一抹得逞的笑容。另外，我还想给你一个忠告，你一直被锦龙皇欺骗了。锦龙皇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在为自己将来打算这方面，我建议你还是冷静点为妙。这是在20年前由最新提炼技术制作的核，纯度高达88%。当时开发出这个的公司收到了无数收购提议，但他们都拒绝了。可在那之后，能使纯度更高的提炼技术相继出现，于是那家公司最终倒闭了。你现在就好比是这块核，虽说目前有很多地方抢着要，但将来会变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曹延胜当然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也不拐弯抹角。那你打算雇佣我做什么呢？当然是让你帮我培养武功使用者。武功之所以会被魔法取代，是因为它的提升速度慢，可达到的高度有限，但如果能克服这些劣势，武功将发挥出超乎寻常的优势。如果可以批量培养武功使用者，并垄断这个领域的话，一定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走出房间，阿依内脸色难看的跟在后面。你不会真打算跳槽吧？曹延胜哈哈一笑，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收下倚天剑？我要是直接拒绝了他，不就没法讨价还价了吗？得留点余地才行。阿依内大惊，你是想跟他打太极吗？就在这时，熔岩喵和小梦紧急联系曹延胜，原来是手持禁毒短剑的叛徒向他发起了圣作对战。叛徒圣作知道修炼化身擅长正面对战，于是他提出通过策反的方式进行对战，就是说服对方的手下使其叛变，这对叛徒圣作来说非常有利。提议一出，叛徒圣作顿时引来了无数圣作的鄙夷嘲讽。不过他的脸皮非常厚，直接把此次对战设为了非公开。曹延胜当然知道叛徒圣作的打算，不过他突然想到什么，目前直接跟他签约的人就只有欧达一坤和黄景龙，而且他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叛徒圣作手下的身份，随即他欣然接受了提议，并将血红要塞作为对战的彩头。叛徒圣作万万没想到曹延胜居然会答应，真是个蠢货，策反可是我的强项。于是他也拿出了一个褪色遗物的保管箱作为对战的彩头。两位圣作达成一致，合约已生效，在对战中败北的一方，其存在力将大幅削弱，并丧失作为圣作的位格。曹延胜十分好奇这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他可是赌上了一整片领土，可合约竟然生效了，看来一定是件非比寻常的装备。画面一转，胖子离开帕克家的住宅后，却在路上遇到了警员的盘查，殊不知却是曹延胜伪装的。曹延胜一指点晕保镖后，便直接上车坐到了胖子旁边，随后威胁司机把车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小树林里。曹延胜直接开口，你为什么要背叛第一个签约的圣作，又跟新的圣作签约？胖子大惊失色，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吗？不，我是来挖你的，挖去我侍奉的圣作不败的修炼化身那里。如果你拒绝这个提议，我会将你签约2个圣作的事情说出去。胖子被逼无奈，只好答应。好吧，我愿意信奉圣作不败的修炼化身。随后曹延胜便直接宣告胜利，不败的修炼化身已取得胜利，圣作对战到此结束。叛徒圣作一脸的不敢置信，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掉对战的。曹延胜的圣作排名也上升到了125名，曹延胜十分无语，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垃圾，竟然只提升了2位。随后他回到血红要塞，打开从对战中获得的宝箱，
伴随着一阵金色传说，一个精致的项链出现在眼前，是圣座傲慢之光的妖精的圣物。圣物是为了让手下有效使用圣座力量而制作出的道具，它承载了圣座本人的一部分存在力。第二天，阿伊内告诉曹延胜，他的猎人等级已经正式晋升到了 B 级，另外还有一个人向他发出了挑战，也是一个和傲慢之光的精灵签约的猎人克里斯温特，他也是刚刚晋升到 B 级，目前还没有排名。曹延胜让阿伊内接下挑战，他想借此机会宣传一下武功，他打算在比赛开始前先向人们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将使用的技能，然后再在比赛时用那种武功打败对方，这样一来人们便会开始关注武功。阿伊内表示这种做法确实能够引起大家对武功的关注，但他的技能也会被拿去分析，对此曹延胜倒是无所谓，阿伊内也只能无奈答应下来。他知道反正不管自己怎么劝阻都没有用。随后曹延胜找到伊丽莎白，让她当自己的陪练，并且会把训练过程拍下来发到网上做宣传。伊丽莎白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你就等着瞧吧，这段时间我可没少训练。经过上次的对战，他知道不能和武功使用者距离太近，于是他让曹延胜先出手。曹延胜咧嘴一笑，好，那我就来了。话音落下，曹延胜脚掌一跺，地面就冲了过来。由于曹延胜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只来得及将长剑抵挡在身前，挡下一击。伊丽莎白握剑的手都止不住一阵颤抖，他连忙一个后跳拉开距离，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趁机挥出一道魔法攻击。曹延胜手掌内功汇聚，接着抬手一记混元掌将剑气打散，强大的冲击令伊丽莎白的长剑都向后倒去。伊丽莎白牙齿一咬，既然没时间施展魔法，那我就把剩余的魔力转化为武功。随后灌入了他全部魔力的一剑狠狠朝曹延胜劈下。曹延胜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直接来了一记空手接白刃，然后咧嘴一笑，很不错嘛。还不等伊丽莎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曹延胜已经一记混元脚踢了出去。伊丽莎白败。训练结束，曹延胜扫描了一下伊丽莎白的属性，没想到他之前的初学者剑法竟然从 F 级提升到了 B 级，看来这丫头在武功训练方面一直很刻苦。就在这时，一个金发小鲜肉走了过来，正是之前向曹延胜发出挑战的克里斯温特。他表示他的主人傲慢之光的精灵想让曹延胜当他的手下。曹延胜表示他已经有侍奉的主人了。克里斯说他的主人知道这件事，但依然想让他做他的手下，他可以同时侍奉2位主人。曹延胜不明白为什么傲慢精灵会为他忍让到这个地步。克里斯解释，因为他的主人看过曹延胜之前的对战中蕴含的美学太合他的心意了，那些被打磨了上万年的武功招式极具美感，对美十分重视的傲慢精灵十分了解其中的价值。曹延胜想到或许能借此机会再得到一位圣座的全能，便没有立刻拒绝，我会考虑一下的。传达完毕，克里斯转身便准备离开，可曹延胜却一把拉住了他，我正在拍摄视频，既然来了就帮我个忙吧。与此同时 H 国李昌直的办公室里，他突然看到了曹延胜发布的基础武功讲义视频，我想借此机会向那些对武功感兴趣的人展示何为武功，以及如何才能掌握武功。李昌直顿时站起身，他竟然在免费教武功，黄景龙到底在干什么呀？黄景龙当然也看到了，女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让他免费上传这种视频呢？阿伊内向他解释了一下曹延胜的想法，并且事实证明反响也确实挺不错的。与此同时，曹延胜与克里斯对战前的采访也开始了。他与克里斯的对战很快到来，看着人满为患的观众席，曹延胜略感疑惑，不过是一场临时定下的比赛，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阿伊内拍了他一巴掌，你就偷着乐吧，这说明你的人气在不断提升，强烈的信仰之心激荡不已，若能完美赢得此次比赛，您将收获信仰之心。随着比赛进入倒计时，曹延胜摆开架势，他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现在的克里斯是被傲慢之光的妖精掌控着。克里斯身上燃起金色的光芒，美丽的避灭者，来通过我的考验吧。话音落下，克里斯身上顿时爆发出刺眼的金光，只见他指尖金光一划，伟大的光之洗礼，光弹暴风。下一秒，无数光点出现在曹延胜周围，然后朝他爆射而去。曹延胜一个后跳躲开了攻击，他先前所在的地面瞬间被轰出一个大坑。解说员一脸震惊，我从没见过这种技能，没想到克里斯竟然是如此强大的选手。但曹延胜可是专业打假赛2年半，只见他稳住身形后，一个闪身就来到了克里斯身前，可克里斯的身体却突然化作金光消失在原地，曹延胜的一拳也随之落空，紧接着金光在天空汇聚。克里斯眼中流露着兴奋，好快的动作，简直美得令人生畏。借用了圣座力量的克里斯十分强大，曹延胜已经很久没有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对战了。克里斯手掌一抬，身后顿时浮现出无数魔法阵，无数金光再次朝曹延胜射去。曹延胜暗暗赞叹，看来这妖精圣座确实比狂气战士更厉害。但曹延胜丝毫不惧，只见他一拳轰在地面上，无数石块顿时四散开去，光弹进入石块的影子范围后便立刻消散。克里斯十分惊讶，他竟然用影子抵挡了光弹的威力，你那份能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应对的机敏非常美丽，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的近战能力如何。说着他手上很快凝聚出一柄光剑，希望你能完美通过最后一轮试炼。话音落下，两人同时爆掠而出，拳头与光剑轰然相撞，凶猛的气浪顿时朝周围席卷开去。圣座之剑果然很厉害，不过这种对战我已经在深渊中经历过很多次了。眼看光剑在曹延胜的拳头下逐渐消散，克里斯连忙一剑横扫而出，曹延胜躬身躲开剑芒，然后一记肘击砸在
克里斯的下巴上。克里斯脑袋一仰，一口番茄汁喷出。这剑确实厉害，但剑的本体稍微弱了一些。说着，他一套连续混元脚踢出，在如此凌厉的攻击下，克里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怎么可能？我恢复的速度竟然跟不上他攻击的速度？难道这就是武功的威力？这实在是太具观赏性了。他眼中金光闪烁，真是太出色了！没想到你竟然能赢得这么漂亮。但曹延胜可没打算停手，多谢夸奖。克里斯大惊，停下！比赛已经结束了。半晌后，克里斯才从地上爬起来。我没有打过架的记忆啊，怎么浑身这么疼？随后他指着曹延胜，我的主人已经认可你的实力，提示音也随之传来。您通过了傲慢之光的妖精的试炼，观众对您的武功赞叹不已，您的存在力已提升，并且妖精圣座还将光之品格送给了曹延胜。越是保持美丽坚守品格，拥有的光之力就越强。曹延胜感叹这妖精圣座出手真是大方，一见面就是一级技能。与此同时 ，H 国那边发来了交流战申请，明显就是冲着曹延胜来的。阿义内表示直接拒绝不就好了，但黄景龙却另有想法，这可是能让他提升存在力的好机会啊！曹延胜也想回 H 国看看，不过他想找个人陪他一起去。伊丽莎白几人都忙着修炼，没空陪他去。安图尼和伊雷亚自告奋勇，表示想和他一起去，于是曹延胜便带着两人一起出发了。此次的交流战是在巨岛举行，不过在这之前，曹延胜先来到了 S 市的国家陵园。安图尼略感疑惑，你为什么要最先来这个地方啊？三人来到最高的一个墓碑前，因为我得先来见一些人，这是传送门入侵战的猎人纪念碑。虽然就算曹延胜没去深渊，他们也难逃一劫，但他的心情还是很沉重。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大叔出现在几人身后，安图尼惊讶的话都说不清楚了。您是1代A级猎人铁血冰帝，看清来人。曹延胜也惊讶开口，昌直哥。两人寒暄了几句后，曹延胜三人便来到了此行的巨岛。曹延胜和伊雷亚都没参加过交流战。安图尼解释，这种活动一般都是分享战斗视频和资料，也会交易一些技能道具之类的。就在几人交谈间，一个帅气小伙主动过来和曹延胜打招呼，他是李昌直的儿子李长宇。于是曹延胜亲自下厨为几人做了一顿午饭。告别了李长宇后，曹延胜预知未来的技能突然启动，他看到海龙阿尔戈对巨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阿尔戈是一种十分凶残且破坏力极强的怪兽，而且看这体型至少也是 A 级以上。于是他立刻将此事告知了黄景龙，并让他不要声张，先做好应对措施就行。随后三人便来到了交流战的聚集地点。举办这次交流战的是金血鱼战队的队长郑元旭，他是一名1级猎人，并且被称为 H 国的青龙剑。安图尼表示他是可以用一把剑施展数十种魔法的艺术家。曹延胜回忆了一下，这人好像是他之前在地下城里见过的尿裤子的家伙。在他旁边的红发少女名叫韩世夏，是一名年纪轻轻就跻身于 A 级行列的猎人。曹延胜总觉得这个少女非常眼熟，但又想不起来。郑元旭指着窗外的一座山，表示此次交流战的第一个项目是爬山。在传送门出现之前，汉那山被称为民族之灵山，然而在传送门出现后，由于受到深渊的影响，从此变得十分诡异。曹延胜几人正准备离开，韩世夏却突然拦住了曹延胜。他说他的母亲名叫郑延珠，那不就是曹延胜的前女友吗？但他在传送门入侵战中牺牲了，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曹延胜，所以韩世夏特意过来见他一面。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汉那山，感受着这里的气息，曹延胜仿佛又回到了深渊一样。他大步朝前走去，大家集中注意力，这个地方绝对不容小觑。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管理室中，韩世夏询问郑元旭，曹延胜是个怎样的人？郑元旭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努力且人品很好的猎人。韩世夏松了一口气，果然和他母亲说的差不多，几乎都是对自己很严格、为人正义这些赞美的话，并让郑元旭以后见到曹延胜时多表扬一下他。另一边的汉那山中，有人试图使用飞行魔法快速到达山顶，但曹延胜却表示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过强的空间魔力会引发异常现象。他刚说完，一阵魔力狂风就把几人吹了下来。但对于在深渊中通过魔力风暴修炼的曹延胜来说，区区空间魔力根本无法阻止他跳跃，于是他便直接抱着伊雷亚两人，在众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以最快的速度朝山顶掠去。三人很快就达到了山顶的白鹿湖，几人刚落下，湖中顿时散发出恐怖的魔力。下一秒，一个庞然大物陡然破水而出，竟然是曹延胜之前在未来碎片中看到的海龙阿尔戈。阿尔戈上来就使出龙之音，刺耳的音波顿时朝三人迎面袭来。曹延胜见状深吸一口气，也是张嘴吼出一道音波，将阿尔戈的龙之音抵挡了。安图尼两人提议赶紧撤离，这可是级怪兽，不是他们对付得了的。曹延胜却表示要在这里消灭他，不能让他给无辜的百姓造成损失。他让两人不用担心，他可以借用圣座的力量。于是安图尼两人表示他们也要加入战斗。安图尼非常好奇，借助圣座力量的曹延胜到底有多强。曹延胜一跺地面率先冲出，一拳就把阿尔戈的门牙打掉了2颗半。曹延胜在阿尔戈身上不停辗转腾挪，蕴含内加重手法的拳头无情地砸在阿尔戈身上。这是曹延胜在深渊中练就的技能，能够通过攻击外部对内部造成破坏。阿尔戈没想到眼前的人类竟如此强大，便召唤出锥形暴风雨和鳞片漩涡，准备摧毁汉那山，逃回大海中恢复力量。但曹延胜可不会给他这种机会，我要使用存在力。只见他身上顿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您使用了技能宣布不败化身的领域，存在力使世界发生了变化。
您将赌上圣座化身之名与对手展开决战，在分出胜负前，谁都无法离开这里。随着金光散去，阿尔戈和曹延胜同时出现在一片广袤的空间中。曹延胜眼中寒光闪烁，那像刚才那样再来一遍吧。韩世夏两人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可当他们来到山顶，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们当场愣住。只见曹延胜正站在阿尔戈的尸体旁边，让伊雷雅给他拍照。郑元旭询问他们阿尔戈是他们干掉的吗？李长宇回答是曹延胜独自一人解决的。随后曹延胜拿出映月九霄剑，开始解剖阿尔戈的尸体。这么多的肉可不能浪费。解剖过程中，他在阿尔戈的身体内发现了一枚灵魂石。懒惰女神表示这应该是某个圣座放进去，以此来控制阿尔戈的。但曹延胜一时间也想不出是哪个圣座干的。交流战结束后，几人便回到了安国。黄景龙表示有个猎人想见他，他是外国的 B 级猎人麦肯吉·朱尼尔，在终极猎人锦标赛 B 级联赛中排名第4。麦肯吉也不废话，直接拿出一张挑战券，只有拥有挑战券才能挑战 B 级联赛的冠军格兰道格拉斯。如果曹延胜答应跟他一起参加2对2的圣座对战，他就把挑战券送给曹延胜。同时麦肯吉的圣座血与肉之斗士表示，如果曹延胜答应了，他会给他大量的灵魂石，并告诉他是谁放出了阿尔戈，并会独自支付对战所需的彩头。曹延胜略作思考便答应了。这场交易对他来说完全有利无弊，而且打败 B 级联赛冠军或许能加快他提升到 A 级的速度。麦肯蒂说，此次的对战项目的赛跑对手分别是不断延续的爆发和从严寒处归来的观察者的手下。比赛的规则非常简单，最先到达终点的一方就算获胜。对战很快到来，从严寒处归来的观察者的坐骑是一头冰龙，不断延续的爆发的是一头机械恐龙，麦肯吉的则是一头体重2吨半的佩奇。只有曹延胜是靠一双深渊奔跑1万年也不长老茧的脚。随着倒计时结束，4人同时狂奔而出，仅靠一双腿的曹延胜速度还没有佩奇快。机器人同情的回头看了一眼曹延胜，他的圣座还真够无情的，居然连坐骑都不赐给他，看来可以当那家伙不存在了。突然天空上响起阵阵雷鸣，紧接着便看见无数巨石朝几人砸了下来。曹延胜之前见过，这是深渊的岩石流星雨，每个人都各施手段通过阻碍。机械恐龙背上射出数颗导弹，拦截下了迎面砸来的岩石。可就在这时，机器人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声音，真了不起。只见曹延胜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他的背后，面对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圣座不断延续的爆发简直怒不可遏，把那家伙给我弄下去。收到主人的命令，机器恐龙怒吼一声，然后便开始原地蹦迪。但这种程度怎么可能把曹延胜弄下去？而且另外2人已经跑远了。机器人忍不住一声骂娘，只能不管曹延胜继续朝前跑。随着几人前进，一片深渊剧毒之物出现在前方，佩奇利用灵活的走位避开毒物，冰龙则一口吐息将毒物轰散。机器人更是有恃无恐，因为毒物对机械无效。机器人忍不住偷笑，这回能摆脱这个人类了吧？可当他回过头一看，发现曹延胜竟安然无恙地坐在他后面。他急忙分析了一下，没想到毙灭者居然拥有毒抗技能。第3关是沼泽，机械恐龙的行动受到了极大限制，眼看这个坐骑已经靠不住了，曹延胜脚尖一点就跳了下去，准备去搭下一趟便车。他利用内功与步伐在沼泽上快速前进，很快就脱离了沼泽范围。这一次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魔力风暴，几人大惊失色，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东西？曹延胜则是咧嘴一笑，没想到吧，我的坐骑终于来了。就在几人被魔力风暴吹得凌乱的时候，曹延胜竟直接朝魔力风暴跳了过去。曹延胜先前消耗的内功也在魔力风暴中得到了补充，几人都以为曹延胜怕是要打，却见曹延胜猛地从魔力风暴中窜了出来。血肉斗士一脸的不敢置信，他不但穿过了魔力风暴，而且魔力居然还上升了。只见曹延胜突然化作一道流光，眨眼就消失在了几人眼前。曹延胜不出意外的第一个冲过终点，您在圣座对战中赢得了胜利，不断延续的爆发对您表示认可。从严寒处归来的观察者感到很震惊，血肉斗士出现在曹延胜面前，多谢你赢得了胜利，因为我手头不宽裕，所以没放多少灵魂石进去，希望你别嫌少。曹延胜好奇的打开一看，竟然是5万枚灵魂石，他瞬间无语，这还少吗？他之前为了几千点就累得要死要活的，熔岩喵也欲哭无泪，这该死的贫富差距。另外还有一个答应曹延胜的奖励，召唤出阿尔戈的圣座是杰出的王冠收集者，他是将地球幽州顶尖猎人击垮，并占领了外国的圣座。曹延胜想不明白，为什么外国的圣座要对巨岛下手呢？同时血肉斗士还告诉曹延胜，那个他想要挑战的人类冠军格兰，就是王冠收集者的手下。曹延胜顿时大感不妙， B 级联赛的冠军竟然和邪神圣座签约了。在知道了麦肯吉把挑战券给曹延胜后，格兰心中一阵窃喜，麦肯吉排名第4，而曹延胜才排名20，这样就能轻松碾压他了。比赛很快到来，但观众席上却是一片骂声，都认为曹延胜是通过小动作才得到挑战权，不配合联赛冠军格兰对战。曹延胜倒是无所谓，只要赢了比赛，他们自然会闭上嘴。格兰以为曹延胜还不知道他和邪神圣座签约的事，虽然他
肯定做好了应战准备，但是我会让他知道，他所有的准备都是白费。可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比赛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就结束了。冠军格兰被曹延胜一击秒杀，因为曹延胜提前了解过格兰的情报，所以并没有放水。整个赛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只有阿依内明白，就算是2个半格兰，也绝对不是曹延胜的对手。父亲到底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猎人啊？比赛结束后，曹延胜的预知未来突然启动，他看到了格兰陷入暴走，整个场馆的人都惨遭波及，于是他立刻安排安图尼等人去疏散场馆里的百姓。与此同时，格兰正在王冠收集者面前负荆请罪，可王冠收集者并不想听他废话，既然你已经没有了价值，那就做个傀儡吧。下一秒，格兰的眼睛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紫色。我之所以会失败，全都是因为你们这群废物。说着，他手中紫黑色魔力汇聚，一拳就把休息室中的几人砸飞了出去。王冠收集者脸上掀起一抹邪笑，还不够，给我制造出更多的牺牲者。曹延胜几人也刚好在此时赶了过来，见到曹延胜，格兰顿时疯狂大笑，接着手掌一抬，魔力迅速在掌心汇聚，攻击直接轰开墙壁，飞向观众席上的人群。人群顿时惊慌失措，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防护罩出现在前方，将魔力球弹飞开去。是曹延胜安排过来疏散群众的安图尼。曹延胜见状十分愤怒，一个闪身就来到格兰的面前，输了就应该老老实实回家睡觉才对，在这里抽什么风？说着一拳就把格兰轰得倒飞了出去。可曹延胜的拳头居然喷出道道血线，震惊的同时，他立刻使用技能不死再生恢复了伤口。懒惰女神提醒他，格兰身体上的魔力蕴含着存在力，让他赶快提高境界，否则很难战胜格兰。眼看观众已经被疏散，曹延胜拔出映月九霄剑，身上的气势逐渐攀升。很好，那我们就来好好较量一番吧。只见他双手握剑，一剑斩出，锋锐的剑气狠狠地劈在格兰身上，格兰身上瞬间被劈出一道伤口。格兰脸上掀起一抹冷笑，你竟然能对这个受到我庇护的手下造成伤害，很了不起吗？人类可真是有趣。他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剑气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可格兰的身体突然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下一秒竟出现在了曹延胜身后。曹延胜心中暗骂一声，利用存在力加速吗？真是卑鄙。他转身数剑挥出，格兰释放出防护罩将攻击尽数挡下，接着一个后跳拉开距离，双手向下一按，地面上顿时出现一个魔法阵，数道身影很快出现在魔法阵中。曹延胜十分无语，竟然把其他手下也召唤了过来。话说这个圣座到底有多看重格兰？曹延胜没有丝毫手下留情，手起剑落间，这几个小卡拉就领了盒饭。格兰见状，身体上顿时延伸出数条魔力触手，将另外几个小卡拉的魔力尽数吸收了。下一秒，他便化身成了一个100丈高大的巨人。曹延胜带领所有火山派的弟子和安图尼几人一起冲向格兰。火山派猎人听令，立刻摆出玉清剑阵。玉清剑阵是曹延胜创造的由武功使用者摆出的阵，它可以让弱者的力量增加好几倍。我们上！剑阵中的几人同时冲向格兰，剑光在他身上划出一道道伤口。格兰愤怒的大吼一声，一拳砸向地面的曹延胜。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曹延胜居然挡住了这一击。就在他愣神间，众人再次冲出，曹延胜一剑斩断了他的右腿。格兰惨叫一声，跪倒在地上。阿伊利斯几人也趁机冲出，将他的另一条腿也斩断。失去支撑的格兰轰的一声倒在地上。后方的安图尼几人见状，立刻展开远程攻击。无法移动的格兰只能将4手挡在身前，拼命抵挡。曹延胜纵身一跃，跳到格兰面前，使出他的最强奥义嘴遁。在他的3寸不烂之舌下，格兰逐渐摆脱了王冠收集者的控制。都住手！我已经恢复理智了，你们不要再打了。但他在心中盘算，只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邪神圣座身上，他以后一定能东山再起。曹延胜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想法，上去就是一顿胖揍。随着力量耗尽，格兰的身体逐渐恢复原样。就在这时，一团紫黑色的魔力突然冲出格兰的身体，凝聚成了王冠收集者的模样。你竟敢连续2次坏我好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说完，他便逐渐消散而去。曹延胜暗暗在心中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打败他。经此一役，曹延胜顺利晋升成了1级猎人。黄景龙告诉他，凡是猎人都有2个梦想，一个是从圣座手中夺回地球，另一个是攻略深渊传送门。深渊传送门位于地球中部，是最早与深渊产生连接的传送门，至今还没人能攻略这个传送门。之后，黄景龙把伊卡鲁斯战队的管理权也全部交给了曹延胜。这天 ，N 国的1级猎人维斯穆拉雷斯来拜访曹延胜，他想和曹延胜谈一场合作。他目前在为帕克集团做事，但公司却没有给他答应的股份，所以他想联合曹延胜和他一起抗争。事成之后会分他1半的股份，但曹延胜疑惑，他要怎么说服那个董事长？维斯拿出一叠资料，上面标注的是几个白色地下城。地下城分为2大类，一种是对时间和人数有限制的红色地下城，另一种是没有任何限制，相对比较安全的白色地下城。白色地下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没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要不结束攻略，就可以无限狩猎怪兽。这样一来，养殖怪兽的河也成为了可能。他展示的这个地下城足有秘籍，就像是取之不尽的泉水一样。而帕克集团非法占有了这个地下城，维斯打算用曝光这件事来威胁他们，但还有一个问题，那里有1名1级猎人把守，所以他想请战斗力强大的曹延胜帮忙。但令曹延胜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名猎人竟然是他前女友的女儿韩世夏。他当即表示不会掺和这件事。维斯急忙表示，那把韩世夏也算上，3个人平分得到的股份
分，曹延胜这才答应了下来。不过得先取得韩世夏的同意才行，他并不抱多大希望。怎料曹延胜才刚刚表示有合作想跟他谈，还没说明内容，韩世夏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无论什么合作我都愿意。曹延胜十分无语，他母亲到底跟这妮子说了些什么？韩世夏攥紧小拳拳，这是我向曹延胜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我一定要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韩世夏来到后，曹延胜将此次的计划说了一遍，随后三人便来到了白色地下城所在的工厂。由于韩世夏解约的消息还没有传开，在他的带领下，三人轻而易举就进入了工厂。保镖说总经理正在和人谈业务，让他们等一会儿。韩世夏为了在曹延胜面前表现，冲过去直接放倒2个小卡拉，然后一脚踹开会议室大门，全都不许动。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三人一脸诧异，只见2个经理被绑在角落，2个小卡拉则正准备带着白色地下城离开。他们以为曹延胜几人是帕克集团的猎人，便急忙挟持住2人，想要救这2人，就让我们带走地下城。曹延胜无所谓道，我们也是来抢地下城的，那2个家伙你们就看着办好了。就在这时，大楼突然剧烈震颤起来，工厂中竟然出现了一只巨型史莱姆。韩世夏抬手召唤出一只高级魔力狼，魔力狼咆哮着冲向史莱姆，可竟然被史莱姆直接弹飞了，根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曹延胜在深渊中还从未见过这种怪兽。熔岩喵表示可能是某个圣座干的，而大楼上的史莱姆并没有着急向几人发起攻击，而是生长出无数触手吞噬工厂里的核。史莱姆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膨胀，魔力也在迅速攀升。这时维斯将手机递给曹延胜，出大事了，世界各地的核工厂竟然同时遭到了攻击。曹延胜眼神一凝，不能放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尽快结束战斗吧。说着他拔出映月九霄剑，我要把那家伙砍到被消灭为止。说完便脚掌一跺，地面冲了出去。只见工厂中顿时射出无数剑气，没过多久，史莱姆就被砍成了无数碎块。帕克集团的猎人也在此时也赶过来，他心中大感震惊，其他地方都还在苦战呢。随后2人便将装着地下城传送门的衣柜带走了，之后的事就交给维斯去办了。而地球上圣座们早已经炸开了锅，那个闹事的圣座已经被无数圣座悬赏通缉。曹延胜灵机一动，这或许是一个能赚取灵魂石的好机会。曹延胜询问小梦是要亲自去抓那个圣座吗？小梦表示不需要，只要圣座们不停地向他申请圣座对战，借此给他施压就行。虽然他可以拒绝，但根据协议，持续回绝圣座对战的圣座是不能留在地球上的。而此次闹事的家伙叫贯穿的不定型理解者，但目前他们了解的情报还太少。于是曹延胜便进入圣座频道收集信息。他一进来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史莱姆圣座的信息。一个弹窗突然出现在曹延胜面前，走在前沿的天秤女神申请与您进行会议。与此同时，天秤女神的领域中，天秤女神为了见曹延胜，特意将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首先过来的是阿达夸尼尔，曹延胜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不凡，就连懒惰女神都不禁感叹，好久都没见过如此强大的手下了，以他的实力几乎都能当圣座。很快，随着一阵羽毛飘落，天秤女神闪亮登场，曹延胜不禁略感惊讶，虽然比不上从前，但他现在的存在力依然很强。天秤女神告诉曹延胜，虽然目前有很多圣座都对史莱姆圣座虎视眈眈，但由于不了解他，所以直接参与圣座对战的却不多，但悬赏金非常丰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所以他想邀请曹延胜一起参加圣座对战。曹延胜本身也有这个想法，所以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天秤女神表示，此次对战的形式类似于地球上的6星联盟，那是一种人类猎人之间6对6的竞技项目，但曹延胜没有参加过，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天秤女神便提出打一场练习赛。在一名天使的带领下，曹延胜很快来到了练习赛的竞技场。阿达夸尼尔面带微笑，恭候多时了，曹延胜猎人。此时天使阿达夸尼尔正向曹延胜说明着对战规则，参加对战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不管是技能还是能力值都会被限制。战场是在一个被分为上中下3路的区域里进行，随着打怪升级，参赛者的限制会逐渐解除，双方同时攻打敌方阵营，先击溃对方圣座圣所的一方取胜。曹延胜选好要带的技能后便进入了战场。您的内功正在急剧下降，不死再生效果被大幅削弱，无法使用吸星大法。好神奇，有种变回了一级猎人的感觉。阿达夸尼尔让曹延胜去上路就行，他正准备告诉曹延胜一些诀窍，可曹延胜已经一个迈步冲了出去，向前行进了没多久，几只食尸鬼就出现在道路前方。由于力量受到限制，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技能，所以曹延胜便只靠肉身力量进行攻击。由于感知力下降，漏掉了一只食尸鬼，眼看食尸鬼已经扑了上来，身后塔柱上的水晶突然射出一道雷电，瞬间就把这只食尸鬼轰成了肉干。曹延胜忍不住赞叹一声，我还以为只是个路灯，没想到还挺有用的。这时又有一群食尸鬼朝他冲了过来，曹延胜咧嘴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就可以安心升级了。很快，所有的食尸鬼就全部被曹延胜解决了。您的内功已恢复，不死再生效果已提升，这个程度应该差不多了，可以去寻找敌人了。绿毛刚刚解决掉一只食尸鬼，升级阶段很顺利吗？听说对方是个新手，我还挺想赶紧和他较量一番呢。他的话刚说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远处飞速跑来，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曹延胜已经化作一道流光出现在他面前。你的经验值我就收下了。说完便一炮子甩在他的脸上，接着就是按在地上一顿摩擦。绿毛当场被送回泉水，他直到现在都
都还没有回过神来，什么情况？我是还没来得及还手就死过一次了吗？虽然我确实疏忽大意了，但也不至于那么夸张吧？那个人真的是新手吗？解决了绿毛后，曹延胜又遇到了一波食尸鬼。阿达夸尼尔联系曹延胜，询问他情况怎么样了。曹延胜表示他已经解决了一个敌方天使。夸尼尔一脸的不敢置信，表示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更好了。就在两人交谈间，绿毛竟主动找上门来，他这次一定要一雪前耻。然而不出意外的又是被一顿胖揍。与此同时，中路的敌方炮塔前，两名天使刚刚解决完一波食尸鬼，绿毛突然狼狈的从天而降，你不是在上路吗？怎么来这里了？就在两人疑惑时，曹延胜一脸坏笑的走了过来，多亏了他带路，终于找到你们了。两人满脸惊恐的看着眼前的曹延胜，他身上散发的强大气息是怎么回事？真的有人能这么快就升到这个等级吗？眼看两个小卡拉不敢动手，曹延胜身形一闪便率先冲了过来。就在这时，曹延胜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弹窗，练习赛就此终止，各位即将被传送至竞技场外。随着数道金色光柱落下，战场上的众人便被传送到了场外。原来是史莱姆圣座已经投降了，众人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在这时，一个弹窗突然出现在曹延胜面前，贯穿的不定型理解者深情与您谈话。曹延胜眼中充满疑惑，这长得像一坨翔的家伙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于是曹延胜便和天秤女神一起来到了史莱姆圣座的领域中。史莱姆一脸委屈地向两人解释，此事并非他一人所为，而是杰出的王冠收集者挑唆他干。他想利用史莱姆动摇地球上其他圣座的地位，但其他圣座都不愿搭理史莱姆，所以求曹延胜他们一定帮他。曹延胜陷入沉思，如果能借此机会教训一下那个讨厌的家伙，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随即他便答应了史莱姆的请求。天秤女神几人都极力劝阻曹延胜，王冠收集者可是排名前20的圣座。曹延胜却是淡淡一笑，我没兴趣和别人争斗，不过要辛苦一下我认识的那只猫了。